大清早的，這大宅子裡就開始熱鬧了。尼克這一大早心情那是相當不錯，見誰都樂呵呵的打招呼。他這會兒正到處找人呢，開口就問女僕看到母親在哪了嗎？結果女僕們也沒瞧見，說是可能一大早就出去散步了。尼克聽完也沒多待，道個謝就趕緊跑開了。看着他這股興奮勁兒，女僕們私下裡也犯嘀咕：尼克少爺今天怎麼這麼高興？大概是因為昨天剛辦完成年禮，這下總算是個大人了。可誰能想到，他這一成年最想見的人，竟然不是自己的親生母親，而是那個名義上的公爵夫人。這不，他一轉身就往樓上跑，一邊跑還一邊喊着父親。看來這家裡馬上就要有熱鬧看了。尼克推門就進，直接問公爵見沒見到卡西亞，說是有話要跟他說。公爵一句話沒說，只是把手裡的信遞了過去。尼克這一看，整個人都懵了。信上寫的清清楚楚，7年的合同期已經滿了，卡西亞要離開公爵府，去過自己的日子，還要住這一家人往後都好。尼克怎麼也沒想到，成年禮剛過，等來的竟然是這個結果。尼克拿着那張紙，整個人都傻了。他抬頭問公爵：父親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公爵這會兒根本沒打算解釋，直接給他下了死命令，讓他趕緊給哥哥發消息，而且這消息的內容必須得按他說的來，就說卡西亞失蹤了。明明是人家自己要走的，結果到了公爵嘴裡竟然变成了失蹤，這下事情可真要鬧大了。時間一下子回到了7年前，這一天，公爵府裡到處都是黑壓壓的人群，大家都在感嘆老天爺太狠心，竟然讓戴安娜走得這麼突然，留下2個還沒成年的孩子。賓客們私下裡還在嘀咕，說怎麼連最後一面都不讓見。旁邊的人趕緊接話，說是馬車事故鬧得太慘，那樣子肯定沒法看了。靈堂裡冷冷清清，只有2個孩子在那兒守着。有人過來安慰，說戴安娜是這世上最溫柔的人，可這種話哪能填補孩子心裡的窟窿？看着年幼的尼克哭成那樣，誰看了都覺得揪心。就在這一片哀悼聲中，卡西亞也出現在了葬禮上。誰能想到，這所有故事的開頭，其實從這一刻就注定了。卡西亞放下手裡的白花，這最後一面，他非見不可。公爵竟然沒拒絕，他說戴安娜肯定也想親口跟他道個別。隨着公爵一聲令下，沉重的棺蓋被緩緩推開，那個一直藏着的真相終於要藏不住了。躺在裡面的戴安娜就像只是睡熟了一樣，可誰能想到，這竟然是他們最後一次見面。看着躺在棺木裡的戴安娜，卡西亞整個人都僵住了。這哪是告別，這分明是把他的心給挖走了。看着周圍的人來人往，卡西亞只覺得渾身發冷。那些曾經一起走過的路，現在只剩下他一個人了。記憶一下子被拉回到更早以前，那時候的他們還只是2個無憂無慮的小女孩。戴安娜主動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笑着問他叫什麼名字，還大大方方的自我介紹：你好，我叫戴安娜。那時候的陽光多好啊，2個女孩手拉着手，在花叢裡笑得那麼開心。誰能想到，那樣的日子再也回不來了。那時候的卡西亞最喜歡在花叢裡打盹，戴安娜總是會悄悄走過來，拿一朵花把她鬧醒。日子一天天過去，戴安娜結婚了，還懷上了小寶寶。卡西亞比誰都期待這個小家伙。沒多久，家裡就添了新成員。每年的生日，3個人都要湊在一起吹蠟燭。看着戴安娜笑得這麼燦爛，誰能想到，這些最寶貝的時光，竟然全都是借來的。卡西亞最後一次握住了戴安娜的手，這一聲謝謝，算是給這麼多年的交情畫上了一個最不甘心的句號。他輕聲叮囑戴安娜好好休息，這一別以後就真的只能在夢裡見了。天色很快暗了下來，葬禮雖然結束了，但活着的人日子還得繼續往下過。公爵找到了卡西亞，想讓他幫忙整理戴安娜的遺物，畢竟在這個家裡，他們倆待在一起的時間最長，很多東西恐怕只有卡西亞才認得出來。公爵說他一個人實在是沒法面對這些回憶，可他不知道的是，這些東西對卡西亞來說，每一件都是一把刀。卡西亞看着滿屋子的行李，才發現東西比想象中還要多。不過這也難怪，畢竟這間屋子是戴安娜生前特意為他準備的。卡西亞心裡一陣發酸，戴安娜，你為什麼要留下那些話？就好像早就知道自己要走一樣。時間回到3天前，那時候陽光還很暖和。戴安娜突然問他，如果自己哪天不在了，能不能把家人托付給卡西亞？卡西亞當時就急了，好端端的為什麼要說這種喪氣話？他連想都不敢想。可戴安娜只是笑了笑，說人生本來就沒個準頭，這只是個萬一的假設。他緊緊握住卡西亞的手，像是要把最後一點力氣都傳給對方。戴安娜都把話說到這份上了，卡西亞哪還有拒絕的餘地？他只能點頭答應，畢竟這是好姐妹最後的囑托。可現在回想起來，戴安娜當時說話的語氣，簡直就像早就預見了自己的結局。就在他整理書架的時候，一本紅色的本子引起了他的注意。這到底是誰的日記？卡西亞隨手翻開了一頁，結果這一看，事情徹底大條了。日記裡記着的東西，絕對不是他該看到的。卡西亞隨手翻了幾頁，可這日記裡寫的東西，簡直讓他不敢相信。這哪裡是什麼普通的日記？這分明是戴安娜給自己挖好的墳墓。這下所有的疑點都對上了。原來戴安娜早就知道自己根本活不了多久。卡西亞現在腦子裡亂成一團，他1秒鐘都不敢多待，直接衝出了房間。他必須得去找那個人，把這背後的貓膩問個清楚。卡西亞抱着日記一路小跑，這上面的內容越看越不对勁。戴安娜在日記裡寫道，最近身邊總發生一些奇怪的意外，就好像有人在背後盯着他一樣。今天他差點又被馬車撞了，這絕對不是巧合，而是有人想要他的命。照這麼下去，他遲早會出事。可他最擔心的還是孩子，如果自己真的不在了，皇室肯定會插手家裡的婚事，到時候孩子們該怎麼辦？萬一被丟下不管了呢？卡西亞終
終於找到了這個男人，把手裡的證據直接攤在了桌上。這可是戴安娜親手寫的，白紙黑字，誰也賴不掉。公爵翻開日記看了一眼，這確實是戴安娜的字跡，可裡面的內容讓他這下也沒法冷靜了。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原本以為只是普通的意外，結果這背後竟然藏着這麼大的陰謀。卡西亞直接把話挑明了，這本就是戴安娜留下的日記，而且絕對不是隨手一扔，他是故意藏在房間裡，就等着卡西亞去發現。聽到這兒，公爵整個人都僵住了。既然日記是特意留下的，那說明戴安娜早就察覺到了危險。所謂的意外去世，根本就是個幌子。真相只有一個，戴安娜根本不是死於意外，而是被人給害了。這消息簡直像個炸彈，這下公爵徹底坐不住了。畢竟誰能想到真相竟然這麼離譜？他直接衝到卡西亞面前，公爵質問：如果日記裡寫的都是真的，那戴安娜為什麼一個字都沒跟我提過？卡西亞解釋道：戴安娜之所以選擇隱瞞，就是不想讓心愛的人捲進來。畢竟一旦你知道了真相，也會變成那些人的眼中釘。這番話總算讓他冷靜了點。公爵低聲道歉，承認自己剛才確實失控了，但他心裡還壓着另一件事。卡西亞想起戴安娜日記裡的內容，忍不住開口問他：你真的打算要和皇室的人再婚嗎？看來這件事確實已經在計劃之中了。原來皇帝早就盯上公爵領了，一直想方設法要拉攏他們，哪怕這公爵已經和戴安娜訂了婚，皇室那邊還是不死心，非要搞什麼政治聯姻。卡西亞聽完這些，心裡也開始犯嘀咕了。就因為當初拒絕了皇室的要求，戴安娜的日子可不好過。剛結婚那陣子，她在圈子裡受盡了排擠。雖然後來大家都說皇室是被兩人的真情打動，這才勉強給了個祝福，可現在回過頭再看，這事兒恐怕沒那麼簡單。公爵態度很堅決，說就算皇室再提這事，他也絕對不答應。卡西亞趕緊提醒他，要是再這麼對着幹，皇室那邊恐怕真要翻臉了。公爵還覺得自家領地一直忠心耿耿，皇帝總得顧念點舊情吧。結果卡西亞直接拋出一個更嚇人的可能，萬一戴安娜的死從頭到尾就是皇室在背後搗鬼呢？你仔細想想，現在的皇室正因為继承權鬧得不可開交，他們現在最缺的就是權力。戴安娜這一走，對那些人來說不正是個大好機會嗎？公爵這番表態算是徹底斷了皇室聯姻的念頭，他這輩子心裡只裝的下一個人。可這話卻讓卡西亞想起了一件細思極恐的往事。當初戴安娜就像預感到了什麼，戴安娜問他，萬一哪天自己突然不在了，能不能請卡西亞幫忙照顧家裡人？現在看來，那根本不是什麼隨口一說的假設，而是戴安娜早就察覺到了危險。卡西亞越想越後怕，整個人都有些站不穩了。公爵見狀，趕緊扶住了他。折騰了這麼久，兩人的精力都耗得差不多了。公爵讓他先回去休息，剩下的事明天再商量。可發生了這麼多事，今晚注定是個不眠之夜了。卡西亞突然開口說要幫他一個大忙，這忙可不是一般的幫，他竟然提出要親自坐上公爵夫人的位子，直到孩子們長大成人。這話一出來，公爵整個人都懵了，完全沒料到他會這麼說，這哪是幫忙，這簡直是在拿自己的一輩子做賭注。卡西亞卻很冷靜，只要兩人結了婚，皇室那邊再怎麼想逼婚也找不到借口了，這才是目前最穩妥的擋箭牌。而且他現在無牽無掛，父母早就已經不在了，自己又是單身一人，根本沒什麼好擔心的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早就和家裡斷了聯繫，就算皇室想拿家人威脅他，也根本抓不到任何軟肋。卡西亞這回是鐵了心了，他覺得放眼整個帝國，沒人比他更適合公爵夫人這個位子。結果公爵一口回絕，連商量的餘地都不給，這事兒在他這兒根本行不通。卡西亞乾脆把話挑明了，只要等孩子們長大成人，他立馬就走，甚至可以簽個合同，保證絕不賴着不放。可公爵還是搖頭說，根本就不是合同的問題。這下卡西亞徹底火了，既然這也不行那也不行，總得給個合理的解釋吧。公爵終於說出了真心話，他不是不信任卡西亞，而是怕連他也一起丟了命。誰能想到他拒絕的理由竟然是為了保護他。既然戴安娜的死因還沒查清楚，那就說明有人盯上了公爵夫人的位子，誰坐上去誰就是下一個目標。公爵現在是真的怕了，他根本不敢拿卡西亞的命去賭，他直截了當地告訴卡西亞，自己甚至連他的安全都保證不了。可卡西亞卻比他想象中更果斷，他直接走上前，死死拽住了公爵的胳膊。既然怕他出事，那就拿出公爵的本事來保護他。這一次絕對不能再讓悲劇重演了。卡西亞現在只想知道真相，到底是誰害死了戴安娜，又為什麼要下這種狠手？既然對方是衝着公爵夫人的位子來的，那這事兒反而好辦了，只要他坐上這個位子，就能把那個幕後黑手給引出來。與其躲在暗處擔驚受怕，不如主動出擊，把主動權抓在自己手。再說了，這也是戴安娜臨終前的囑托，無論如何他都要幫好友完成心願。公爵看着眼前的女人，最後又確認了一遍，你真的不會後悔嗎？這一步要是踏出去，可就真的沒有回頭路了。卡西亞沒有半點猶豫，直接給出了肯定的答覆。既然話都說到這份上了，公爵也不再推辭，當場就答應了這樁婚事。既然決定要辦，那就要快。公爵打算下周就開始籌備，一點時間都不想耽誤。為了不讓那幫貴族起疑心，這場婚禮必須辦得風風光光，絕對不能出任何差錯。日子過得飛快，事情進展得比預想中還要順利。轉眼間，兩人就已經站在了婚禮現場。但這華麗的場面背後，到底藏着多少殺機？不出所料，這場婚禮剛一開始，外面的唾沫星子就快把人淹了。大家都在背後指指點點，說的話一個比一個難聽，而且這些惡意全都是衝着卡西亞一個人來的。公爵看出了他的處境，低聲安慰道：“別把這些閒話放在心上，他們不過是些愛嚼舌根的外人。
卡西亞倒是表現得很淡定，她微笑着回了一句：“謝謝關心，但我真的沒事。”其實，在決定結婚的那一刻，她就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。如果連這點流言蜚語都受不了，那她當初也就不會選這條路了。距離孩子們成年還有整整7年時間，在這之前，不管付出什麼代價，卡西亞都要死死守住這個位子。戴安娜，你一定要看着我，我發誓，絕對會查清楚你被害的真相。就這樣，卡西亞親手把自己推向了深淵，為了最好的朋友，也為了他自己。可誰能想到，這僅僅只是個開始，後來的發展完全超出了他的預料。隨着這枚戒指套上去，兩人的契約算是正式生效了。卡西亞成為公爵夫人後幹的第一件事，竟然是直接開除女僕長。旁邊的管家直接嚇傻了，趕忙問他為什麼要這麼做。就在這時，聽到動靜的公爵走了過來，問這一大清早的到底在鬧哪樣。卡西亞倒是一點不虛，盯着他直接攤牌，說自己要開除女僕長。這下女僕長徹底慌了，撲通一聲跪在地上，哭喊着自己什麼都沒做錯，剛結婚就鬧這麼一出，看來這公爵府以後是別想安寧了。公爵看這架勢，趕緊過來問是怎麼回事。卡西亞一點沒客氣，直說這女僕長沒大沒小，根本沒把他這個公爵夫人放眼裡。女僕長一看要動真格的，立馬開始演戲，哭着喊着說這全是誤會，自己絕對不敢不尊重夫人。誤會？卡西亞反問了一句，以前那些賬他可是一筆一筆都記着呢。當初這女僕長每天大清早就端來一層浮冰的冷水讓她洗臉，吃飯的時候更過分，故意拿那些缺了口的破盤子擺在她面前，這哪是什麼誤會，分明就是明擺着欺負人。現在想求饒恐怕沒那麼容易了，甚至連飯後的咖啡，這女人都要往裡吐口水。卡西亞盯着跪在地上的女僕長，問她是不是還打算繼續編瞎話。女僕長這下徹底沒話說了，只能搬出資歷來求情，說自己可是府裡的老功臣了。結果卡西亞根本不吃這一套，直接讓她滾蛋。公爵在旁邊聽得火大，這種事誰能忍得了？他讓這女人立刻消失。眼看对方還沒動靜，公爵直接把劍給拔了出來，趁他還沒徹底發火，這女僕長要是再不滾，恐怕命都要丟在這了。這下女僕長是徹底待不下去了，拎着包灰溜溜的滾出了公爵府。這府裡的風向算是徹底變了。公爵掃視了一圈剩下的僕人，冷着臉當眾放話：都給我聽好了，以後誰要是再敢對卡西亞不敬，下場只會比他更慘。底下這幫人哪見過這陣仗，一個個嚇得頭都不敢抬。他們總算明白了，現在的公爵夫人可不是以前那個好欺負的軟柿子。日子就這麼一天天過去，每隔3個月，府裡總會有些雷打不動的規矩，而接下來的這件事才是對卡西亞真正的考驗。為了避開那些眼線，卡西亞只能在深夜偷偷來到這間辦公室，調查戴安娜出事前的真相。時間已經不早了，公爵勸卡西亞該回去休息了，可轉頭一看，卡西亞已經累得沒了動靜。這段時間為了查清原委，他確實是透支了太多精力，這一下倒是顯得挺體貼。公爵小聲說了句：也難怪你會累成這樣，夢裡全是戴安娜的樣子，看來這件事已經成了他心裡挪不走的坎。這一覺睡得太沉，等卡西亞在睜眼的時候，公爵就守在旁邊，他趕緊開口道歉，說自己本來只想眯一會，結果沒留神就睡死過去了。公爵倒是一點沒介意，反而順勢提了一件讓他完全沒想到的事。公爵說：其實我有個提議，早就該跟你商量了。卡西亞這下徹底清醒了，這大半夜的能有什麼正經提議？結果公爵接下來的話直接把兩人的關係推到了一個微妙的位置。如果在合同期間你遇到了真心喜歡的人，隨時可以無條件解約。卡西亞這下徹底懵了，好端端的怎麼突然加這种解約條件？公爵這回倒是說了心裡話，他說你為了這個家犧牲了自己的幸福，選了這段沒有感情的婚姻，我要是不做點什麼，以後真沒臉面對你。聽完這些，卡西亞反而笑了，他說你的好意我領了，但我真的沒覺得委屈。其實從他決定當公爵夫人的那天起，心裡就已經有了主意。這接下來的7年，他只想安安分分地給孩子們當個好母親。這話一出口，公爵看着他的眼神明顯跟之前不一樣了。卡西亞笑着說：要是這7年裡我真遇到了真愛，公爵大人，你絕對是我第一個要介紹的人。公爵也爽快，直接點頭答應了，說這可是咱們的約定。可誰能想到，這大半夜的，門外竟然還站着一個人，肯在外面聽得清清楚楚。這下誤會可鬧大了。他猛地推開大門，把屋裡的2個人都嚇了一跳。卡西亞還沒反應過來，肯就直接爆發了。他紅着眼質問公爵：父親，你到底在幹什麼？母親才剛走沒多久，你怎麼能帶這個女人回來？為什麼她會在這裡？看着吭哧着自己的手，卡西亞這下徹底僵住了。原本想幫孩子找回母愛，結果第一步就踩到了地雷上，肯當場質問公爵：難道母親去世了，你一點都不難過嗎？公爵趕緊解釋說，找卡西亞回來全是為了你們好。這話不說還好，一說肯徹底炸了。為了我們好，簡直太荒謬了。你知道外面的人是怎麼議論母親的嗎？他們說母親太可憐了，竟然被丈夫和最好的朋友聯手背叛了。卡西亞在一旁聽着，這下真的難辦了。原來在孩子眼裡，他的出現就是對死者最大的侮辱。肯越說越激動，憑什麼母親要受這種委屈？他直接給公爵下了最後通牒：你想跟誰在一起我不管，但如果你真的在乎我們，現在就把這個女人趕出去。這下場面徹底僵住了，一邊是親生兒子的哭訴，一邊是剛請回來的救兵。結果公爵一開口，直接把所有責任全攬到了自己身上。他說是我求他留下來的。公爵這回是真豁出去了，他說我只是覺得你們需要個母親，你要是心裡有恨，全衝着我來就行。可肯根本不買賬，他覺得這簡直就是個笑話，這種騙小孩子的鬼話誰會信啊？
既然你說全是為了我們好，肯直接反將一军，那你就證明給我看，現在就把這個女人趕出去，否則你說的全是廢話。說完這話，肯頭也不回地往外走，可就在推門的一瞬間，他又停下了。他悠悠地丟下一句，差點忘了，在母親的葬禮上，唯一沒掉過眼淚的人，不就是你們兩個嗎？肯最後丟下的這句話，簡直像刀子一樣扎心，就是你們兩個，父親還有這個女人。卡西亞這下徹底沒話說了，他怎麼也沒想到，自己在孩子心裡竟然是個冷血的壞女人。肯把話撂下，轉身就跑，根本不給任何人解釋的機會。公爵急得趕緊追了上去，這下家裡徹底亂套了。看着空蕩蕩的門口，卡西亞心裡五味雜陳。原本是想回來幫忙的，結果第一天就把這個家鬧得雞犬不寧。這茶剛端上來，卡西亞客氣地回了一句謝謝。公爵突然提了個讓人頭疼的事，卡西亞大人，咱們這契約結婚的事，是不是也該讓孩子們知道了？這問題可真會挑時候。卡西亞半天沒說話，畢竟孩子們還沒從失去戴安娜的陰影裡走出來，現在要是再攤牌，這家裡非要亂套不可。要是這時候把皇室那些破事，還有戴安娜去世的真相全抖出來，肯這孩子怕是真要崩溃了。卡西亞低聲說了句對不起，都怪我当初非要瞞着孩子们。公爵趕緊接話，這決定我也同意了，你沒必要把責任全攬在自己身上。他看着卡西亞繼續說，時間長了，肯總會慢慢冷靜下來的，畢竟那孩子以前最黏你了。卡西亞端起茶杯應了一聲，是啊，以前確實是這樣，日子過得比想象中還要快。等外頭那些針對卡西亞的流言蜚語好不容易消停下來的時候，這家裡又出新狀況了。日子一天天過去，卡西亞總算坐穩了公爵夫人的位子，在外人眼裡，她現在簡直就是完美的代名詞。可這關起門來的日子到底過得怎麼樣，恐怕只有她自己心裡清楚。這頓晚飯準備的挺豐盛，可這麼大一張桌子，坐着的人卻沒幾個，冷清的讓人有點發怵。公爵抬頭看了一眼空位，隨口問了一句：“肯還沒準備好嗎？”旁邊的管家趕緊彎腰解釋說：“女僕已經上樓去叫小少爺了。”卡西亞就這麼靜靜地坐着，一句話也沒接。這家裡看着風平浪靜，其實到處都是還沒癒合的傷口。這飯還沒吃上兩口，女僕就慌慌張張地闖了進來，連規矩都顧不上了。她扯着嗓子喊道：“公爵大人，夫人，肯小少爺不見了。”這話一出來，公爵和卡西亞心裡咯噔一下，最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。外面這雨下得正大，誰能想到這孩子竟然在這種時候跑了出去？公爵和卡西亞連傘都顧不上打，直接衝進了雨幕裡。肯，你在哪？這黑燈瞎火的，要是真出點什麼意外，這個家就徹底完了。找了好幾個小時，總算在戴安娜的墓前發現了肯的身影。這孩子就這麼死死抱着墓碑，在雨裡哭得撕心裂肺。看來他心裡那道坎，終究還是沒能跨過去。公爵什麼也沒說，抱起虛弱的肯上了馬車。可誰能想到，這竟然是最後一點溫存了。沒過幾天，肯就當眾宣布，他要去參加帝國騎士團。這一走，他就再也沒回過這個家，哪怕一次都沒有。直到後來，連卡西亞也離開了這棟宅子，兩人都沒能再見上一面。一晃眼，7年的時間就這麼過去了。曾經那個冷清的公爵府，如今又變得熱鬧了起來。女僕們正忙着打掃衛生，為了接下來的宴會做準備。大家一邊幹活一邊感慨，日子過得可真快啊！當初那個調皮的小少爺尼克，現在都已經長成大人了。這府裡的規矩和體面，也全靠那位夫人在撐着。就在這時，卡西亞出現在了走廊盡頭，女僕們趕緊停下手裡的活，恭恭敬敬地打招呼。現在的卡西亞早就不是當年那個。卡西亞仔細盯着宴會的進度，生怕出一點差錯，畢竟今天的日子不一般。女僕趕緊匯報，前菜和主菜都按您的吩咐備好了，絕對出不了岔子。卡西亞特意叮囑了一句：“那甜點呢？”女僕笑着回答：“放心吧，尼克少爺最愛吃的布丁，我們準備了雙份的量。”交代完這一切，卡西亞轉身就走，剩下的事他已經不打算再管了。看着他的背影，女僕們還在小聲嘀咕，總覺得夫人今天有點不對勁，是不是捨不得尼克少爺長大啊？他們哪能想到，卡西亞這副樣子根本不是因為捨不得。走到沒人的地方，他終於鬆了一口氣，這一刻終於還是來了。誰能想到，在這場熱鬧的宴會背後，卡西亞已經做好了打算。這一天終於還是來了。卡西亞最後看了一眼這個家，只要過了今晚，他就能徹底擺脫這一切了。此時的宴會廳裡早就已經熱鬧得不像話了，到處都是歡聲笑語。今天的壽星公爵一露面就成了全場的焦點，大家都圍着他轉，說他穿上這身禮服簡直像變了個人一樣。旁邊的人還在打趣，問他這次生日公爵大人又會準備什麼讓人意想不到的好禮，甚至還有不少名媛在底下偷笑，說尼克剛才是不是往這邊看了？難道他看上了哪家的姑娘？可誰能想到，在這場為了他舉辦的盛宴上，那個一直撐起這個家的人卻已經打算永遠消失了。司儀扯着嗓子喊，最重要的點火儀式開始了。尼克親手點亮了生日蛋糕，這火光一亮，全場的氣氛直接頂到了最高點。可尼克這會兒心思根本不在慶生上，他一邊應付着大家，一邊在人群裡不停地搜尋，直到他在角落裡對上了卡西亞的視線，這下他才算徹底踏實了。看着卡西亞還在那兒，尼克笑得比誰都燦爛，他滿腦子想的都是一會兒要怎麼慶祝，可他根本沒發現，卡西亞看他的眼神早就跟以前不一樣了。看着不遠處的尼克，卡西亞臉上露出了久違的溫柔微笑。身旁的公爵走上前，笑着對他說：“你現在的表情真好看。”卡西亞有些意外，輕聲回了句謝謝。看着被眾人簇擁的尼克，卡西亞忍不住感慨，這還是第一次看到尼克笑得這麼開心。可公爵卻搖了搖頭，說他剛才誇的根本不是尼克，而是卡西亞自己。卡西亞愣了一下，趕緊解釋說自己只是看到
尼克長大成人，心裡覺得欣慰罷了。公爵看着他，眼神裡滿是溫柔，說：“尼克能有今天，全都是卡西亞的功勞。”可公爵哪裡知道，卡西亞已經做好了徹底離開的準備。這句感謝來得實在太遲了。公爵這會兒是真走心了。他說：“卡西亞這些年辛苦了。”卡西亞倒也客氣，說：“公爵大人才是最累的那一個。”公爵接着感慨說：“卡西亞每年都親手給孩子們做蛋糕，瞧瞧尼克那高興勁兒，只誇今天的蛋糕比往年都好吃。”卡西亞聽了只是笑笑，說：“畢竟今天是個大日子，確實，這可是他在這個家過的最後一個生日了。”公爵甚至還給他出主意，說他這手藝不開個店可惜了。卡西亞看着眼前的熱鬧，心裡默默說了聲謝謝。這最後的一場戲總算是圓滿收場了，可接下來的路他只能一個人走了。趁着夜深人靜，卡西亞終於落下了最後一筆。這封信一寫完，他跟这個家的緣分也就徹底到頭了。多虧了公爵剛才那番話，讓他心裡最後那點負擔也跟着煙消雲散了。既然大家都覺得他做得夠好，那他現在離開也算是一身輕鬆。這地方再好，終究不是他的歸宿。等明天天一亮，這公爵府裡怕是再也找不到卡西亞的身影了。夜深人靜，卡西亞最後一次拿起筆，這封信一留下，他就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公爵夫人，只是他自己。7年時間一晃而過，尼克已经長大成人，當初簽下的那份契約也到了該兌現的時候。雖然還沒查清戴安娜的死因，但他已經等不下去了。這地方他一刻也不想多待。卡西亞披上斗篷，最後看了一眼這個家，對不住了，埃克西恩。卡西亞最後看了一眼，這地方困了他整整7年，現在總算要解脫了。卡西亞輕聲說：“再見了，埃克西恩，還有肯和尼克，希望你們以後都能平安順遂。”這一步邁出去，他就再也不是什麼公爵夫人了。夜色一晃，人影就這麼消失得乾乾淨淨。可這時候，公爵還沒發現不對勁，他像往常一樣推門進來，結果迎接他的只有桌上那封信。這下公爵府的天要塌了，府裡的下人們早就炸鍋了，都在傳卡西亞離家出走的消息。難怪一整天都沒見着人影，連肯都特意從首都趕過來了。這下事情可鬧大了，誰也想不通到底發生了什麼。明明之前為了尼克的成年禮，卡西亞還那麼賣力的準備，怎麼說走就走了？看着空蕩蕩的屋子，這回公爵府是真的要出大事了。尼克和肯這下全聽傻了，契約結婚到底是怎麼回事？父親，你這話是什麼意思？原來當年皇帝一直想拉攏公爵家，去世的戴安娜擔心自己走後，公爵會和皇室聯姻，這樣尼克和肯的地位就保不住了。所以戴安娜在臨終前特意拜托卡西亞來照顧這兩個孩子，這就是那場婚禮背後的真相。尼克這下全明白了，原來卡西亞是為了保護他們才簽下那份契約進門的。公爵點了點頭，只是連他也沒想到卡西亞竟然會走得這麼突然。正說着呢，肯卻突然站了起來。既然話都說清楚了，他可沒打算在這兒繼續耗着。看着肯頭也不回地走掉，尼克整個人都愣住了。這公爵府還沒亂夠，肯又要去哪兒？尼克緊趕慢趕，總算在門口把肯給攔下了。他急着問：“哥，你真打算就這麼一走了之？”肯停下腳步，語氣冷得讓人心寒：“你想說什麼？”在他眼裡，卡西亞這7年的付出好像根本不值一提。肯冷淡地說：“那個女人只是按契約辦事，時間到了走人不是很正常嗎？甚至在他看來，現在這種冷清的日子才是公爵府原本該有的樣子。”尼克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他質問肯：“你怎麼能說出這種話？整整7年啊！卡西亞為這個家付出了多少？難道你都看不見嗎？”肯冷冰冰地甩出一句：“那又怎樣？這跟我有什麼關係？”他甚至覺得這一切都是卡西亞自願的，他又沒求着對方這麼做。尼克這下徹底被激怒了，他衝上去死死拽住肯的衣領。在他看來，卡西亞之所以會離開，全都是因為肯這個當哥哥的太冷血。尼克大聲吼道：“要是你不在這個家裡，母親根本就不會走。”面對弟弟的爆發，肯卻一句話也沒說。兩兄弟的關係這下算是徹底降到了冰點。時間一下子回到了3年前，那天晚上，整個公爵府都亂套了。下人們滿院子喊着肯的名字，連年紀還小的尼克都急得一直在找哥哥。誰也沒想到，肯竟然會在這時候玩失蹤。卡西亞和公爵找遍了4周，卻連個影子都沒見着。偏偏這時候天公不作美，雨越下越大。公爵讓卡西亞先回去，他打算一個人進雨裡找人。可這大半夜的，一個孩子能躲到哪去？公爵這回沒聽卡西亞的，他堅持要2個人一起找。卡西亞點了點頭，他心裡其實已經猜到肯到底躲在哪兒了。穿過大半個莊園，他們最後停在了墓園門口。誰能想到，這大半夜的，肯竟然一個人蜷縮在墓碑後面。公爵趕緊走上前去，想把渾身濕透的兒子帶走。肯，咱們回家吧。可肯連頭都沒抬，語氣裡全是抵觸。我不想回去，更不想回到有那個女人的家裡。公爵嘆了口氣，讓肯別再這麼無理取鬧。可這話在肯聽來，簡直就是個笑話。他跪在墓碑前，反問公爵，到底是誰在胡鬧？在他眼裡，真正過分的是眼前這2個人。他指着公爵和旁邊的卡西亞，把心裡憋了很久的話全吼了出來。親生母親才走不到1年，公爵竟然就娶了母親生前最好的閨蜜，這種事換做哪個孩子能受得了？他根本沒辦法接受這個所謂的新母親。卡西亞站在雨裡，終於說出了那個藏了很久的秘密。原來這一切竟然是肯的生母戴安娜親口要求的。戴安娜臨終前特意囑咐過，如果她出了什麼意外，希望卡西亞能留下來照顧這個家。可這種臨終托付對現在的肯來說，到底是救贖還是另一種傷害？
卡西亞想拉着肯先回家，有什麼話等雨停了再慢慢解釋。可肯根本不領情，他一把甩開了卡西亞的手，語氣冷得讓人發抖：“別用你那骯髒的嘴提我母親的名字！”這話像刀子一樣，直接扎在了卡西亞心上，他整個人都僵住了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公爵在旁邊實在看不下去，他走上前護住卡西亞，厲聲呵斥肯：“你這是什麼態度？怎麼能對你的繼母這麼沒禮貌？”這父子倆的關係怕是徹底降到了冰點。公爵這回是真動了氣，非要肯當場給卡西亞道歉不可。可這孩子倔得像頭驢，硬是一個字都沒往外蹦。這頓雨淋完，家裡的氣氛徹底降到了冰點。轉眼到了第二天，餐桌上雖然大家坐在一起，但心早就散了。公爵本來想主動服個軟，提起了昨天的事，結果肯連頭都沒抬，直接甩出一個重磅炸彈。他要去參加帝國騎士團，說白了，這孩子是寧願去軍營受苦，也不想在這個家裡多待哪怕1秒鐘。公爵聽完這話，半天沒回過神來，他怎麼也沒想到，兒子為了躲開卡西亞，竟然連家都不要了。這一桌子菜，誰都沒心思動，空氣冷得像結了冰。公爵沉默了半天，最後還是鬆了口。既然你鐵了心要走，那我就給你寫封推薦信。聽到這話，卡西亞整個人都懵了，他怎麼也沒想到，公爵竟然真的打算放手，肯直接把尼克按在牆上，連個解釋的機會都不給。既然話都說到這份上了，誰也別想裝好人。他反問尼克：“論起卑鄙，誰能比得過你？既然當初我是為了那個女人才離開，這麼長時間過去了，難道你就真的什麼都沒做嗎？”肯冷笑一聲，這一句話算是徹底戳到了痛處，看來確實是無能為力了。尼克心裡很清楚，對方也想靠近那個女人，但只要一想到母親，這種罪惡感就怎麼也甩不掉。肯臨走前丟下一句：“你跟我其實沒什麼兩樣，就別在這兒裝聖人了。”這話算是說到了尼克心坎裡，既然都被看穿了，那也沒必要再演下去。尼克自言自語：“我確實打算從現在開始不再當什麼好人了，畢竟事到如今，要是再管那個女人叫母親，確實是有點說不過去了。這層窗戶紙一旦捅破，有些關係就再也回不到從前了。”公爵一個人待着的時候，總會想起以前的事，尤其是卡西亞剛來那會兒。那時候卡西亞表現得很冷靜，他直接把話挑明了：“公爵大人，等契約一到期，我要是提離婚，您能直接簽字嗎？”公爵當時答應得挺痛快，說：“當然沒問題。”可現在回想起來，這決定做得太草率了。難道就是從那一刻開始，卡西亞就已經想好以後再也不回來了？就在他出神的時候，門外傳來了動靜，這下該面對的還是得面對。進來的不是別人，正是公爵的親信。他低聲詢問：“大人，您找我有什麼吩咐？”公爵這回不打算再等了，他直接下達了死命令，去把卡西亞找回來。而且這件事必須在暗中進行，絕對不能驚動任何人。只要一有他的消息，立刻回來匯報。看來公爵這是要動真格的了。卡西亞到底去了哪裡？畫面一轉，來到了一個叫羅倫西亞的地方。這裡就是羅倫西亞，帝國最南端的一個海濱小鎮，風景美得像畫一樣。卡西亞端着茶杯，看着眼前的海景，忍不住感嘆，自己居然真的又回到了這裡。其實這個地方對他來說意義非凡，因為戴安娜在這裡有一棟別墅，以前只要一有空，他就會和戴安娜來這裡度假。那段日子可以說是他最輕鬆快樂的時光了。也許正是因為這樣，在離開那個家之後，他第一個想到的就是逃到這個地方來。離開公爵府之後，卡西亞不知不覺就走到了這裡。這地方對他來說就像個避風港，只要待在這兒，那些煩心事兒仿佛都消失了。就在他放鬆警惕的時候，門口突然傳來了動靜。卡西亞笑着打了個招呼：“歡迎光臨。”客人只是平靜的開口：“來一杯熱咖啡。”卡西亞報出了價格，一共3500便士。卡西亞默默地倒好咖啡，給他送了過去，還客客氣氣地說了句：“請慢用。”阿溫接過咖啡，低聲回了一句謝謝，就轉身走向了座位。阿溫喝着咖啡，突然指着牆上的畫問：“能不能告訴我，這畫是誰的作品？”卡西亞也沒多想，隨口回了一句：“那是他自己畫的，只是為了不讓牆面太單調。”阿溫這下更來勁了，追着問他是不是專業畫家，還打聽他有沒有正式學過。卡西亞搖了搖頭，說自己純粹是瞎琢磨，根本沒拜過師。結果阿溫直接誇上了天，說這水平自學成才，簡直是天才。看他這副激動的樣子，到底是真的在賞畫，還是在找借口跟他多待一會兒？卡西亞客氣遞到了聲線，接着又補了一句：“其實他一直覺得這畫和店裡不搭，正打算把它給處理掉。”這話還沒說完，阿溫突然大喊一聲：“不行！”他這反應也太大了，直接衝上去抓住了卡西亞的手，生怕他下一秒就把畫給毀了似的。阿溫死死盯着他，語氣裡全是急切：“求你了，千萬別把它扔掉。”這下輪到卡西亞傻眼了，不就是一幅隨手畫的作品嗎？阿溫為什麼會緊張成這樣？卡西亞趕緊解釋，自己還沒打算立刻扔掉，讓他先別這麼激動。可阿溫還是死死拽着他的手，卡西亞只能尷尬地提醒：“能不能先放開我？”阿溫這才意識到自己失禮了，趕緊鬆手道歉。卡西亞雖然被嚇了一跳，但也沒打算跟他計較。誰知道阿溫盯着他又來了一句：“你長得真漂亮。”這種長相在帝國可不多見。這話聽着可不像是在誇人，倒像是在暗示他的身份不簡單。阿溫看氣氛有點僵，乾脆自嘲地笑了笑，說自己也總因為長相被盯着看，所以才一直戴着這件悶人的斗篷。就在這時，他竟然當着卡西亞的面直接把兜帽給摘了下來。既然都把兜帽摘了，阿溫乾脆正式做了個自我介紹，說自己是個四處遊歷的旅人。卡西亞也禮貌地回握了一下，亮出了自己畫廊老板的身份。還沒等卡西亞客套完，阿溫又開始對着他的畫一頓猛誇，說他的繪畫天賦簡直驚人。在他眼裡，這些畫雖然看着沒什麼鮮豔的顏色，甚至有點像黑白片，但卻有一種能把周圍色彩全吸進去的。
只要看上一眼，心裡那些藏着的情緒就全被勾出來了。能畫出這種直擊靈魂的作品，這可不是一般的本事。被一個初次見面的陌生人誇得這麼天花亂墜，卡西亞這下真的有點接不住了。日子一天天過去，阿溫還真就成了這裡的常客。卡西亞笑着打招呼：“阿溫，還是老樣子嗎？”阿溫點點頭：“還是老樣子。”這兩人一個敢問，一個敢接，配合的倒是挺默契。阿溫喝着茶說：“我就是來看看那幅畫今天是不是還好好的。”卡西亞把點心端上來：“這都1個月了，天天看同一幅畫，你就不膩嗎？”阿溫這話接得更有意思，他說好東西每次看都有新發現，這話聽着怎麼都不像是在誇那幅畫呀。這不，卡西亞又端出了新品，說是配咖啡正合適。阿溫也有點納悶，你這兒現在连甜點都賣上了？卡西亞解釋說，最近總有客人打聽，他就乾脆練手，讓阿溫幫着試個味兒，畢竟這口味的事兒誰也說不準。阿溫倒是一點沒猶豫，直接來了一大口，這蘋果司康的味道確實沒得挑，阿溫那是讚不絕口。卡西亞聽了反而有點犯嘀咕，阿溫，你這人就是嘴太甜，不管我做什麼你都說好，看來還是得找個能說實話的人來评價。阿溫這下可認真了，我這人從不撒謊，說好吃那是真好吃。這安穩日子還沒過幾天，麻煩就找上門了。一群官兵突然闖進店裡，這陣仗一看就不簡單。阿溫反應倒是挺快，直接往後退了幾步，把自己藏進陰影裡。看來他這身份確實見不得光。卡西亞只能硬着頭皮上去招呼，有什麼能幫您的嗎？帶頭的士兵也沒廢話，我們再找一個人，7年前失蹤的三皇子。這話一出來，屋裡的氣氛全變了。士兵拿出一張畫像遞過去，你見過這張臉嗎？卡西亞低頭一看，這畫像上的人不就是天天來喝茶的阿溫嗎？雖然換了身皇室制服，但這長相根本瞞不住。這種時候要是說實話，阿溫今天肯定走不出這道門。卡西亞連個磕絆都沒打，直接睜眼說瞎話。卡西亞說沒見過這人誰啊？士兵顯然沒那麼好糊弄，盯着他又追問了一句，你確定沒見過？卡西亞面不改色，是的，我確定。聽他這麼肯定，士兵也只能自認倒霉。原來是鄰村有人瞎報信，害得他們白跑這一趟。士兵臨走前還不忘叮囑，要是以後見着了，一定要趕緊上報。這幫人總算打算撤了，臨走前還不忘加個碼，說是只要提供線索，就能領到500金幣的賞金。卡西亞面上還得裝淡定，隨口應付了一句：“這500金幣可不是小數目，誰聽了都得掂量。”帶頭的士兵客氣了一下，說是打擾了，接着就帶人往門外走。眼看這關就要過去了，可誰能想到，這腳還沒踏出門檻，領頭的那個突然停住了。這一下，氣氛又繃了起來。士兵慢慢轉過頭，視線竟然往阿溫藏身的地方掃了過去。難道這最後關頭還是露餡了？士兵看着卡西亞問：“能不能再多問幾個問題？”這下麻煩大了，阿溫就在後頭躲着呢，再這麼耗下去，遲早得露餡。卡西亞反應是真快，趕緊把話頭給截住了。哎呀，差點把這事忘了。卡西亞一邊說一邊往後退，說是今天剛烤了司康餅，這就去給大夥兒包上，帶回去給兄弟們嘗嘗。這明擺着是想趕緊送客。士兵一聽有吃的，立馬換了副嘴臉，你確定要送給我們？這招果然好使。士兵拿着司康餅出了門，一邊啃一邊誇，聞着就香，吃起來更絕了。可走着走着，士兵突然停下了腳步。比起吃的，他總覺得剛才那個女人好像在哪兒見過。這下麻煩了，雖然人是暫時打發走了，但懷疑的種子已經種下了。屋裡這邊，阿溫總算敢露頭了，正鬼鬼祟祟的往外瞅。卡西亞一臉無奈的問：“阿溫，你幹嘛呢？”阿溫趕緊把斗篷拉好，打了個哈，說沒什麼。兩人總算能坐下喝口茶。卡西亞突然問阿溫有沒有見過那位三皇子。阿溫這反應明顯不對勁，支支吾吾說沒見過。卡西亞倒沒多想，自顧自地誇了起來，說雖然只見過小時候的畫像，但那三皇子長得是真俊。這話一出，阿溫差點沒被茶水給嗆死，這反應也太誇張了。卡西亞看着他這副樣子，心裡估計又起疑了。卡西亞突然話鋒一轉，問阿溫要是真見了三皇子，會不會為了那500金幣去舉報？這話問的阿溫心裡直打鼓，畢竟那可是500金幣，誰看了不心動？卡西亞看他當真了，趕緊笑着擺擺手，說自己只是開個玩笑，真見了面肯定不會去告密。阿溫這下更好奇了，追着問為什麼。卡西亞嘆了口氣，說自己太能理解那種拼了命想逃離原本生活的感覺了。既然大家都是同路人，與其去領那點賞錢，倒不如試着跟他交個朋友。卡西亞琢磨了一下，突然覺得交朋友這事兒恐怕懸。阿溫這下可坐不住了，趕緊追問到底是為什麼。結果卡西亞給出的理由簡直讓阿溫當場石化。他說那皇子肯定是個大麻煩，帶在身邊只會拖後腿。阿溫還不死心，在那兒拼命給皇子拉票，說人家又有錢又長得帥，跟他套近乎絕對穩賺不賠。誰知道卡西亞根本不吃這一套，說自己可不是那種只看臉和錢的俗人。這下阿溫是徹底沒話說了。卡西亞還在那兒不停地吐槽，說這三皇子就是個惹禍精，誰知道他以後會幹出什麼離譜事，反正自己是絕對不想跟他扯上關係。這話聽得阿溫徹底沒話說了，只能在那兒扶着額頭嘆氣。卡西亞盯着他看了半天，突然覺得有點不對勁，說你怎麼從剛才起就一直提他？阿溫這下有點接不住話了，以為自己身份要露餡，結果卡西亞話鋒一轉，問他是不是特別想要那500金幣。阿溫趕緊順着台階往下爬，乾笑着承認了，說自己趕路太久，兜裡確實已經空得沒法看了。阿溫一看時間，這天是徹底聊死了，他趕緊找了個借口，說還有事得先走一步。
瞧他這復受打擊的模樣，卡西亞還關心地問了一句，阿溫只能一邊敷衍着，一邊頭也不回地跑了。看着他走得這麼急，卡西亞心裡也直打鼓，難道是刚才吐槽的太狠，真把人給說鬱悶了？這一晚，阿溫躺在床上，那是橫豎睡不着。這大半夜的，阿溫越琢磨越不是滋味，他忍不住開始懷疑人生，難道自己真的會成為他的累贅嗎？原本引以為傲的身份，現在反而成了他最擔心的包袱。本來只是再平常不過的訓練，結果一個消息讓氣氛徹底變了。肯還是不敢相信，你確定沒看錯嗎？對方這回沒打算開玩笑，一開始我也覺得只是眼熟，可越想越覺得就是他，沒跑了，那個人絕對就是公爵夫人。雅各布打聽到卡西亞在開咖啡馆，順嘴勸了肯一句，讓他找機會過去看看。肯卻一點面子都不給，冷冰冰的反問：憑什麼要去？雅各布這回沒開玩笑，他拿自己的遺憾當教訓，說當初等繼母走了才後悔，那滋味真的不好受。他真心希望肯能去談談，別把關係鬧得這麼僵。可肯根本不領情，覺得雅各布管得太寬了，直接把話堵死，說自己的事自己會看着辦。雅各布還想再說點什麼，可肯根本沒打算停下腳步，看着他走得這麼乾脆，雅各布心裡估計也挺不是滋味，日子照樣得過。畫面一轉，卡西亞的咖啡館已經像模像樣了。阿溫今天也準時報到，他正盯着店裡的菜單仔細瞧，蘋果司康、檸檬馬德琳，還有巧克力曲奇。阿溫這下可藏不住話了，這些不全是我之前說好吃的嗎？看来卡西亞嘴上不說，心裡其實一直記着呢。不過這店裡除了甜點，是不是還藏着別的驚喜？卡西亞這回可是下了功夫，專門挑了大家評價最好的幾款，才定下了現在的菜單。他還不忘給阿溫記上一功，說全靠他的建議，這店才能開得這麼順利。阿溫倒是一點不居功，覺得自己白吃了那麼多樣品，已經是賺到了。可看着看着，他總覺得哪裡不太對勁，這麼大的咖啡館，菜單上居然連個蛋糕的影子都沒有。卡西亞愣了一下，剛才那股高興勁兒沒了。他給出的理由簡單的讓人意外，他說自己就是不想做蛋糕。阿溫挺納悶，追問為什麼不做蛋糕。卡西亞給出的理由很現實，說這玩意兒太費功夫。阿溫聽完也沒多想，既然老闆娘嫌累，那他也只能表示理解了。氣氛總算緩和了點，阿溫開始糾結今天吃什麼好。他看着櫃檯裡的甜點，還挺有規劃，打算把檸檬馬德琳留到明天。結果卡西亞一句話，直接把他的計劃給打亂了。他說店裡明天不營業，要關門1天。阿溫這下徹底懵了，這店才剛開沒多久，怎麼說關就關？卡西亞解釋說，明天有個非去不可的地方。看他這副認真的樣子，阿溫也不好再多問，只能悶悶地應了一聲。到底是什麼地方，能讓他連生意都不做了？阿溫無奈地回了一句，那真是太可惜了。轉眼到了第二天，看着天氣，倒是個出門的好日子。卡西亞這回是動真格的了，連店門都鎖得死死的。他換下了平時的圍裙，穿上了最體面的禮服，整個人氣質全變了。能讓他這麼大費周章，這目的地絕對藏着什麼不為人知的秘密。卡西亞總覺得哪裡不對勁，剛才那一瞬間，明明感覺到有人在附近，難道真是自己想多了？結果呢，還真讓他給直覺中了。肯確實躲在暗處，看他這副表情，雅各布之前說的那些事，看來全是真的，沒再耽擱。卡西亞直接上了馬車，這一路怕是沒那麼太平了。大家看着景色，卡西亞這次特意關店出門，其實是去赴一場早就約好的。當時戴安娜主動開口問他這周要不要去別墅玩，卡西亞還有點拿不準，特意確認了一下，我真的可以去嗎？戴安娜那是相當歡迎，直說只要你願意，來個成百上千次都沒問題。這不，馬車總算停穩了，這一腳踏實了，卡西亞總算到了地方。看着眼前這片海，戴安娜的名字還是忍不住浮上心頭。這裡的景色和當年一模一樣，連風的味道都沒變。要說真有什麼地方變了，那就是身邊少了那個最重要的人。還沒等他感慨完，意外就來了，一陣斜風刮過，連帽子都待不住了。這下可好，剛擺好的造型全給吹亂了。就在帽子要飛走的一瞬間，一只手穩穩地把他截住了。卡西亞剛想開口道謝，結果抬頭一看，這謝字直接卡在了嗓子眼。誰能想到，在這兒等着他的竟然是邁克爾。看他這一身講究的打扮，顯然是專門在這兒守株待兔呢。他手裡拿着那頂帽子，就這麼靜靜地看着卡西亞。這一開口，語氣熟絡的就像昨天才見過。他輕聲問了一句：“這段時間過得好嗎？”這一句簡單的問候，直接把當年的那些舊賬全給翻出來了。邁克爾說自己用特別的方式，其實一直有聽到關於卡西亞的消息。卡西亞倒是不意外，畢竟上流社會那種地方，八卦傳得比什麼都快。接着，邁克爾問出了那個他一直想不通的問題：當年為什麼要離開莊園？卡西亞的回答很坦然，因為他已經完成了對戴安娜的承諾，把孩子們都拉着大，任務就算完成了。聽到這個答案，邁克爾又拋出了下一個問題：既然已經離開了，那今天又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裡？卡西亞看着海面，淡淡的說：沒什麼特別的原因，就是想回來看看，畢竟在這裡和戴安娜在一起的時光就像從來沒變過一樣。邁克爾也跟着感嘆，這地方對你們倆來說確實藏了太多的回憶。看着當年的戴安娜笑得那麼無憂無慮，誰能想到後來會變成那樣？邁克爾突然停住了，他輕聲叫了句卡西亞。他在想，要是那天自己能堅持到底，死活攔着不讓他走，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樣？他終于把心裡話問了出來，如果當時我再努力一點，你還會選擇踏進那段婚姻嗎？這問題一出口，當年的那些遺憾全都被翻到了台面上，回憶的畫面一下子拉回到了過去。那時候卡西亞正穿着婚紗，邁克爾就站在他身後，他輕輕叫了聲卡西亞，接着他做了一個這輩子最瘋狂的決定，跟我一起逃走吧。
聽到這句話，卡西亞整個人都愣住了。他怎麼也沒想到，在這個節骨眼上，邁克爾會說出這種話。邁克爾一臉嚴肅地解釋說，這是為了對他姐姐的承諾。他實在看不得卡西亞被困在一段沒有感情的婚姻裡，他甚至直接攤牌了，讓卡西亞跟他走，去一個離這兒遠遠的地方。面對這種誘惑，卡西亞卻表現得很冷靜，他只是轉過頭去，淡淡的回了一句：“現在說這些已經太晚了。”日子過得飛快，一晃眼7年時間就這麼過去了。邁克爾看着眼前的卡西亞，語氣裡滿是感慨。他說自己不想再後悔，更不想為了當年的選擇買單。這些年他一直忙着自己的生活，甚至都沒顧得上打聽卡西亞到底過得怎麼樣。卡西亞聽完也沒多說什麼，只是順口問了一句：“那這些年你和你太太過得還好嗎？”結果邁克爾笑了笑，直接丟出一個重磅炸彈：“我根本就沒結婚。”這話一出來，卡西亞整個人都懵了。這劇情的發展完全超出了他的預料。邁克爾自嘲地笑了笑，說自己大概是錯過了最好的時機。卡西亞聽了直搖頭，畢竟身為伯爵家的掌權人，這麼多年不結婚，家裡長輩怎麼可能坐得住？邁克爾這才說出實情，當年戴安娜去世後，父母也跟着病倒了。那段日子他根本顧不上自己，最關鍵的是，這些年他確實沒遇到那個真正想娶回家的人。眼看催婚的人越來越多，邁克爾甚至動了念頭，乾脆直接領養個繼承人，這輩子就這麼湊合過了。卡西亞還是覺得不可思議，憑邁克爾現在的身份地位，只要他願意，什麼樣的名門千金找不到？邁克爾笑了笑，順着卡西亞的話應了一聲。可還沒等卡西亞鬆口氣，他突然話鋒一轉，盯着他問了一句：“那你呢？”卡西亞這下是真沒反應過來。邁克爾也沒打算繞圈子，直接把話挑明了。他說自己早就聽說卡西亞留下一封離婚協議，頭也不回地離開了那個家。卡西亞這才恍然大悟，原來他在這兒等着呢。邁克爾往前湊了湊，語氣裡全是試探：“既然你現在也是單身，剛好我也沒遇到想結婚的人。”這話裡的意思再明顯不過了，他這是在暗示，既然大家都恢復了自由身，是不是該發生點什麼？邁克爾這番話說的那叫一個意味深長。他說自己這些年沒結婚，其實也是因為心裡一直有人，而且他還補了一句，與其說是沒遇到合適的，不如說是被某人給拒絕了。這話一出，卡西亞徹底聽懵了，自己什麼時候拒絕過這位大少爺？結果邁克爾直接翻起了舊賬，他說7年前我可是親口提過要帶你私奔，結果你倒好，直接就把我給拒絕了。這陳年往事一翻出來，卡西亞才意識到，原來當年的那場變故，邁克爾一直都記在心裡。當年為了完成戴安娜的遺願，卡西亞只能狠心拒絕邁克爾，選擇留下來。邁克爾當時雖然難受，但也只能尊重他的決定。可如今時過境遷，邁克爾看着眼前的卡西亞，突然問了一句：“那現在呢？”他笑着湊過去，問卡西亞現在有沒有興趣重新談個戀愛，或者結個婚。這直白的話語瞬間讓卡西亞亂了分寸。卡西亞這下是真坐不住了，趕緊找個借口說自己得先走。可就在他準備離開的時候，腳下的步子卻突然停住了。他還是沒忍心把話徹底說死，回頭交代了自己的去向。他說自己在羅倫西亞村口開了個小畫廊，要是以後有空的話，歡迎他過去坐坐。交代完畫廊的地址，卡西亞趕緊轉身離開。邁克爾就這麼站在原地，看着他越走越遠。可走着走着，一個念頭突然冒了出來，難道邁克爾當年也喜歡過？這心裡一亂，腳底下就沒個準頭，眼看整個人就要栽倒在地。就在這節骨眼上，一雙手穩穩地拖住了他。這下可好，想走也走不成了。誰能想到，這關鍵時刻英雄救美的竟然是邁克爾。邁克爾關心地問了一句：“你沒事吧？”卡西亞這下徹底亂了，他突然意識到，除了邁克爾的心思，還有一件事，從當年到現在一直都沒變過。畫面一轉，卡西亞獨自坐在海邊，看着浪花拍打着沙灘，整個人還在發懵。就在這時，一只手遞到了他面前，還是那句熟悉的話：“你沒事吧？”這似曾相識的場景，到底是在暗示什麼？卡西亞還沒從剛才的恍惚中緩過勁來，一塊乾淨的手帕就遞到了他面前。邁克爾笑着開口：“拿去用吧。”看着眼前的邁克爾，卡西亞整個人都有些失神。這一幕簡直跟記憶裡的畫面重合，原來有些習慣真的是刻在骨子裡的。借着邁克爾的勁兒，卡西亞總算站穩了。他客客氣氣遞到了聲謝，既然該說的都說了，也是時候該道別了。可這步子還沒邁開，新的麻煩恐怕又要來了。剛才那一晃悠，果然還是出事了。卡西亞這腳踝怕是傷得不輕。邁克爾倒是反應快，嘴上說着冒犯了，動作卻一點沒猶豫。看來這傷比想象中麻煩。還沒等卡西亞反應過來，邁克爾直接把人橫抱了起來。這下可真是走不了了。卡西亞急得直喊：“快把我放下來！”邁克爾卻堅持先回別墅處理傷口。邁克爾這回是鐵了心了，直接告訴卡西亞：“你現在這腿根本沒法走。”卡西亞最後只能妥協，任由他把自己抱走。可這一幕偏偏讓他想起了當年的邁克爾，也曾露出過這種表情。那時候的他們還沒走到今天這一步。看着邁克爾這張臉，卡西亞心裡很清楚，有些事一旦變了，就再也回不到從前了。卡西亞停下腳步，還沒等他反應過來，阿溫突然在身後叫了他的名字。阿溫看着他，問他是不是有了喜歡的人。卡西亞一下子慌了，不知道他為什麼會突然問這個。阿溫看着牆上的畫說：“你最近用的顏色變得越來越鮮豔了，以前從來不用的亮色，現在全出現在了畫裡。”這下是真躲不掉了。阿溫盯着卡西亞，非要問個明白，到底是哪個人能讓你產生這麼大的變化？阿溫這下徹底坐不住了，他盯着卡西亞問：“你居然見到了初戀？”卡西亞也沒打算瞞着，說那是小時候的事了，前幾天去海邊的時候剛好就給碰上了。
阿溫馬上反應過來，追着問是不是關店那天見的。得到肯定的回答後，他這下徹底沒話說了。原來那天那種不好的預感全都是真的。他趕緊擺擺手說沒事，可這心裡的滋味估計只有他自己知道。他看着卡西亞，還是忍不住開了口，我真的很想知道到底是多厲害的人，能讓你話裡的顏色都變了。就在這氣氛最僵的時候，門口的鈴鐺突然響了。門口鈴聲一響，卡西亞趕緊過去招呼，結果這歡迎詞還沒說完，整個人就愣住了。來的人居然是邁克爾，他真的找過來了。卡西亞這下是又驚又喜，可站在後面的阿溫這心情可就複雜了，畢竟剛才還在聊初戀的事，正主這就直接上門了。卡西亞趕緊迎上去說，你還真的來了呀。邁克爾點點頭說，答應你的事肯定要辦到。不過邁克爾很快就發現這屋裡還有別人，他開口問，這位又是誰？卡西亞這才反應過來，趕緊介紹說，這位是阿溫。卡西亞趕緊介紹說，阿溫是店裡的乘客，接着又轉過頭告訴阿溫，這位是邁克爾伯爵，也是艾利森家族的家主。這身份一亮出來，氣氛立馬變得不一樣了。阿溫表現得很客氣，說能在這種地方見到伯爵大人，真是榮幸。邁克爾也伸手回禮，說能認識你也是我的榮幸。這兩只手一握，場面看着挺和諧，可實際上呢？阿溫心裡跟明鏡似的，雖然他一點都不想走，但看着眼前的兩個人，他知道自己該撤了。這地方再待下去，就真的有點多餘了。阿溫這下是真待不住了，他主動開口說，我該走了。卡西亞還有點沒反應過來，問他怎麼這麼快就要走。阿溫笑着找了個借口，說咖啡喝完了，話也看夠了。其實誰都看得出來，他這是在給自己找台階下。臨走前，他還不忘叮囑一句，你們兩個慢慢聊，好好享受這二人世界。邁克爾倒是挺客氣，回了一句謝謝。可就在這擦肩而過的一下子，兩個男人之間的氣氛簡直降到了冰點。這哪是簡單的道別，分明是兩個男人正式拉開了較量的序幕。卡西亞把阿溫送到門口，囑咐他路上小心。阿溫擺擺手，說明天見。隨着大門關上，屋裡只剩下卡西亞和邁克爾。邁克爾看着門口，突然打聽起阿溫的底細，問他是什麼時候來村裡的。卡西亞也沒多想，一邊回憶一邊說，大概是1個月前吧。邁克爾若有所思地應了一聲，看來他已經盯上阿溫了。卡西亞還沒察覺到氣氛不對，還在那兒感慨說，真沒想到伯爵大人會親自過來。邁克爾笑了笑，說，我只是很好奇，你會給我準備什麼樣的咖啡？這話聽着像是在點單，可實際上他這心思根本沒在咖啡上。卡西亞趕緊招呼邁克爾坐下，轉身就去準備咖啡，還不忘貼心地問一句，熱咖啡可以嗎？沒過多久，咖啡就端到了邁克爾面前，他嘗了一口，只誇這味道不錯，連帶着把屋裡的話也誇了一遍。卡西亞聽了總算鬆了口氣，只要這位伯爵大人滿意，他這心就能放下一半。可誰能想到，邁克爾話鋒一轉，突然問他，你現在感覺好點了嗎？卡西亞實話實說，他說自己其實也拿不準，總覺得戴安娜還沒走遠，還活在他的心裡。邁克爾聽了這話，語氣變得特別肯定，他說在這個世界上，卡西亞絕對是最疼戴安娜的人，要不然的話，那種幾乎不可能完成的請求，卡西亞當初怎麼會點頭答應？提起戴安娜，卡西亞忍不住感嘆，那孩子生來就是被愛包圍的，不只是他，要是戴安娜身邊的人都會把最好的東西留給他。邁克爾點了點頭，說戴安娜從小到大確實不管走到哪兒都是最招人喜歡的那個。卡西亞看着眼前的男人，忍不住感嘆，其實邁克爾你也是一樣啊。這話把邁克爾聽愣了，直着自己反問，我以前也是這樣嗎？卡西亞笑着肯定說，你一直都很優秀，甚至到現在才敢告訴你，當年你在那些名媛小姐裡可是相當受歡迎的。邁克爾聽完這話，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揚，看來這波誇獎確實是誇到他心坎裡去了。卡西亞反倒有點不好意思，趕緊咳嗽2聲掩飾一下，又補了一句，當然了，現在的你也和以前一樣出色。邁克爾反手就是一個直球，他說，其實你也一樣。這話把卡西亞整懵了，完全沒料到他會這麼說。邁克爾接着說，當年的你比任何人都要耀眼，哪怕你自己沒察覺，但在我眼裡，你到現在也依然在發光。卡西亞這下是真被暖到了，他說能聽到這種評價，真的讓他受寵若驚。結果就在這時候，邁克爾突然伸手，一把抓住了卡西亞的手，低聲叫了他的名字。這氣氛一變，接下來的話恐怕不簡單了。邁克爾直接把話挑明了，他說，看來你還是沒能走出來，哪怕已經過去了7年，你還是被困在失去戴安娜的那一天。邁克爾說，只要你點頭，我就能幫你把那段記憶徹底抹掉。這話一出來，卡西亞徹底沒詞了，誰能想到他竟然想用這種方式來幫他。在7年前，邁克爾突然開口，他竟然想帶卡西亞私奔，去一個誰也找不着的地方，徹底離開這個是非之地。卡西亞還是拒絕了。邁克爾，謝謝你，但我現在真的走不開。戴安娜臨終前的囑托，我無論如何都要做到。邁克爾聽完，知道他是鐵了心要留下，既然這條路走不通，那也沒必要再勸了。可誰能想到，他手裡竟然還留着後手，既然不想走，那就只能用那個辦法了。邁克爾這回是認真的，他打算磨掉卡西亞所有的記憶，不管是和戴安娜的約定，還是他肩膀上扛着的那些重擔，他都要通通清空。邁克爾語氣平靜的嚇人，他說自己會一種魔法，能讓人徹底忘掉過去。這下事情真的大條。卡西亞整個人都聽傻了，完全沒反應過來他在說什麼，這簡直超出了他的認知。卡西亞突然想起來，戴安娜以前確實提過一嘴，說他們家族的祖上曾經有人和魔法師結過婚，就因為這層血緣關係，後代裡偶爾會出那麼1-2個天生就帶點魔法天賦的奇才。可問題是，不管是戴安娜還是邁克爾，
按理說都不該有這種本事才對。卡西亞越想越覺得不對勁，既然以前從來沒聽說過，那邁克爾到底是什麼時候偷偷覺醒了這種可怕的力量？邁克爾終於攤牌了，其實他的魔力早就覺醒了，只是一直藏着没讓任何人知道，甚至連一次都沒敢用過。他覺得這份力量之所以會覺醒，可能就是為了等這一刻，只要卡西亞點頭，他就能抹掉所有關於戴安娜的記憶，讓他徹底從痛苦裡解脫。邁克爾的話說得很重，雖然聽起來有點殘忍，但事實就是戴安娜已經不在了。他不想看着卡西亞為了一個死人的約定，把自己的下半輩子都搭進去。卡西亞聽着這些話，半天沒說出話來。邁克爾這是要把他唯一的念想也給徹底掐斷嗎？卡西亞搖了搖頭，這是他自己選的路，他比誰都清楚戴安娜對自己意味着什麼。當初他沒朋友，沒家人，連個落腳的地方都沒有，是戴安娜給了他一切，給了他一個家。為了戴安娜，就算把這輩子都搭進去，他也絕對不會後悔。卡西亞看着邁克爾，讓他別再為自己操心了。這些記憶雖然沉重，但也是他活下去的動力。邁克爾聽完這番話，半天沒吭聲。他本想幫他解脫，結果卻發現自己根本動搖不了他的決心。邁克爾這番話憋了太久了。他說從卡西亞結婚那天起，自己就沒有一天不再後悔。要是當初豁出去帶他走，事情也不會變成今天這樣。那時候看他那麼堅定，還以為自己什麼都做不了。可現在不一樣了，他覺得自己終於有了能把他從痛苦裡拽出來的本事。邁克爾直接站了起來，這回他是鐵了心，絕對不会再讓他一個人受罪了。他讓卡西亞以後有事儘管找他。在他看來，只有把那段痛苦徹底忘了，人才能真的往前走。卡西亞先是道了聲謝，這份心意他領了，但接下來的話卻直接斷了邁克爾的念頭。他還是不打算抹掉關於戴安娜的任何記憶，哪怕這些東西再沉重，他也想一輩子帶在身邊。與其靠魔法去逃避，他更想去那些老地方走走，翻翻舊照片，用那些曾經真實存在過的美好去慢慢消化現在的苦。這大概就是卡西亞的堅持，哪怕路再難走，他也要清醒地記着那個人，直到最後那一刻。卡西亞態度很堅決，這些記憶是戴安娜留給他最後的禮物，他絕對不會放手。邁克爾這下總算看清了，他不再堅持之前的想法。既然卡西亞不想忘，那他也不會再逼他。不過他可沒打算就這麼算了。邁克爾換了個法子，他再次伸出手說，既然你想守着這些回憶，那就讓他留在身邊幫忙。以後不管卡西亞想做什麼，他都要陪着一起去。這下輪到卡西亞愣住了，這哪裡是幫忙，這分明是想賴在他身邊不走了呀。邁克爾這回是認真的，他直勾勾地盯着卡西亞，說要代替戴安娜，以後永遠陪在他身邊。誰也沒想到卡西亞這次竟然沒推開，只是輕輕應了一聲好。這關係總算是定下來了。正式聊完，氣氛總算沒那麼壓抑了。卡西亞客氣地誇了句咖啡好喝，邁克爾也跟着點頭，心裡估計早就樂開了花。就在卡西亞準備離開的時候，邁克爾又突然把他叫住了。看他這副欲言又止的樣子，明顯還有個疙瘩沒解開。邁克爾還是沒忍住，他盯着卡西亞問，你和那個男人關係很好嗎？卡西亞愣了一下，反問他是在說阿溫嗎？他倒是沒想太多，直接聊當地，承認兩人確實挺親近，還好奇邁克爾怎麼突然打聽這個。邁克爾這下表情更嚴肅了，他直接勸卡西亞最好還是跟那個男人保持距離，畢竟阿溫的底細誰也摸不清，這種來歷不明的人最危險。卡西亞聽完笑了笑，解釋說阿溫只是店裡的常客，也是他來到這裡後交到的第一個朋友，讓邁克爾不用這麼擔心。話都說到這份上了，邁克爾也不好再多說什麼，他只能點點頭說既然你都這麼說了，那應該沒什麼問題。可看他這副樣子，心裡真的能徹底放下戒備嗎？阿溫現在腸子都悔青了，他在外面急得直搖手指，罵自己真是個大笨蛋，剛才怎麼就腦子一抽，親手把他們兩個湊到一塊兒了。這下倒好，直接給人家創造了獨處機會。他越想越覺得不對勁，甚至開始懷疑卡西亞心裡的那個初戀，難道真的就是邁克爾？這要是真的，那他剛才的行為簡直就是在自掘墳墓啊！阿溫還在糾結要不要乾脆回店裡看個究竟，結果還沒等他邁步，身後突然傳來一個聲音，好久不見了，阿道夫皇子。這一下阿溫整個人都停住了，這個藏了這麼久的身份竟然就這麼在大街上被叫破了。他轉過頭，身後站着個穿戴講究的男人，阿溫顯然也認出了對方，語氣裡透着一絲複雜，確實好久不見了，艾麗森伯爵。阿溫這會兒倒是挺有禮貌，還親自給客人倒上了茶。他客客氣氣地說，難為你跑這麼遠過來了。邁克爾環顧了一下四周，原來你就一直躲在這兒啊。說實話，剛才確實被你嚇了一跳。自從阿溫離開皇宮去旅行，就跟人間蒸發了一樣，誰能想到他竟然一直就在眼皮子底下。阿溫隨口解釋了一句，我也是剛回帝國沒多久。阿溫一邊喝茶一邊解釋，之前為了甩掉那些跟蹤的人，他只能在各個國家之間到處躲，這日子過得確實不容易。他順口打聽了一下，我父親和兄弟們最近怎麼樣？邁克爾把茶杯往桌上一擱，反問了他一句，你難道真的什麼都不知道嗎？這麼多年沒回宮，家裡早就亂成一鍋粥了，皇帝甚至已經正式宣布他失蹤，這背後的意思，阿溫心裡應該最清楚。阿溫應了一聲，又開口問起皇後的近況。邁克爾告訴他，皇後現在正一個人撐着大局，他一直堅信阿溫總有一天會回去，但這爛攤子恐怕沒那麼好收拾。阿溫聽完笑了笑，這確實是他母親能幹出來的事。邁克爾可沒心思跟他開玩笑，直接問他打算什麼時候回宮。在他眼裡，這種在外面流浪的日子，純粹就是小孩子在鬧脾氣。可邁克爾哪裡知道，那種從出生開始就被強行塞進不合身衣服裡的窒息感，那個位子從來就不是留給他的。阿溫現在只想守着自己的小日子，他覺得這樣
就挺好。但邁克爾一句話就戳破了他的幻想，不管他怎麼否認，皇子這個身份，他這輩子都別想甩掉。阿溫這態度已經擺明了，他站起身，客客氣氣地回了一句：“你的建議我收下了，但回宮這事兒，短時間內我是絕對不會考慮的。”說完，他拿起茶壺，打算先去續個水，想把這話題給岔過去。可邁克爾接下來的話讓他一下子停住了腳步。邁克爾問：“是因為卡西亞嗎？”這名字一出來，屋裡的氣氛瞬間就變了。阿溫轉過頭盯着他反問了一句：“那你呢？你跟卡西亞到底是什麼關係？”邁克爾這會兒倒擺起譜來了，冷冰冰地回了一句：“這是我的私事，沒必要跟你交代。”這話一出，阿溫可就不打算再客氣了。既然私下問你不說，那他就只能換個身份。他直接亮出了皇子的底牌：“我現在以帝國皇子的身份問你，你跟卡西亞到底是什麼關係？”看這架勢，這兩個男人之間怕是有一場硬仗要打了。邁克爾這回是真不打算藏了，他直接攤牌：卡西亞是他看得比命還重的女人。既然話都說到這份上了，他索性反將一軍，問阿溫是不是很介意他在畫廊出現。阿溫聽完直接笑了，這挑釁的味道簡直衝到了臉上。他盯着邁克爾反問：“要是我真讓你滾遠點，你難道還真能聽話不成？”緊接着阿溫拋出了一個關鍵問題：既然邁克爾早就知道他的皇子身份，為什麼不直接告訴卡西亞？只要一開口，卡西亞肯定會因為身份差距躲得遠遠的。邁克爾倒是表現得很淡定，說自己沒興趣插手別人的感情，但他話鋒一轉，語氣瞬間冷了下來。只要阿溫不越過那條紅線，大家還能相安無事。這話裡的威脅意思再明顯不過了。阿溫手裡的茶壺都快被捏碎了，一個公爵竟然敢這麼跟皇子說話，這兩人之間的火藥味怕是快要把屋頂給掀了。邁克爾這回是把話挑明了，他直截了當地承認，就算被當成冒失鬼也無所謂，反正他的態度就擺在這兒。對他來說，卡西亞就是這世上唯一的寶貝，誰也別想動他一根汗毛。所以他最後給阿溫提了個醒，要是阿溫只是想玩玩，或者單純覺得好奇才去接近卡西亞，那他絕對會死磕到底。該說的都說完了，邁克爾客套了一句就打算走人。這頓茶喝的簡直比打仗還累。隨着大門砰的一聲關上，屋裡只剩下阿溫一個人。這下子兩個男人的梁子算是徹底結下了。邁克爾這一走，屋裡總算清靜了。阿溫一個人站在那兒，看着手裡的茶杯直發愁。這事兒確實挺讓人頭大的，本來只是想低調的待在卡西亞身邊，結果半路殺出個邁克爾。他自言自語道：“既然你都把話說得這麼絕了，那我對卡西亞反而更感興趣了。”畫面一轉，卡西亞這邊正忙着呢，他看着鏡子裡的自己，還有手邊這件華麗的禮服，心裡突然有點犯嘀咕。他一邊比劃一邊琢磨，自己是不是有點用力過猛了。為了接下來的安排，他這回可是下了不少功夫。邁克爾這回是真豁出去了，他直接跟卡西亞攤牌，以後不管你想做什麼，咱們都一起去，甚至還主動約好了明天再見。這明擺着是要把關係再拉近一步，這攻勢換誰都得迷糊。卡西亞顯然是被這番話給繞進去了，滿腦子都是剛才那些承諾，連這身精心準備的裙子都差點忘了是為了什麼才穿的。結果一抬頭看鐘，壞了，光顧着想這些有的沒的，開店的時間早就過了。他這下也顧不得什麼淑女形象，提着裙擺就往樓下飛奔。要是再不趕過去，今天的生意怕是要泡湯了。真是奇了怪了，從昨天開始，這心裡就一直亂糟糟的，總覺得要發生點什麼。等他緊趕慢趕到了店裡，卻發現有人早就等在那兒了。定睛一看，這不是尼克嗎？可尼克接下來的這句話簡直像個晴天霹靂，他居然管卡西亞叫母親，這一聲稱呼直接把卡西亞給喊懵了。還沒等卡西亞反應過來，尼克這小子直接撲了上來，在大馬路上就這麼死死抱住他。這一抱把卡西亞整個人都給抱僵了。卡西亞現在腦子裡全是問號，剛才那聲母親還沒消化完，這會兒又來這麼一出。為了不引起路人圍觀，卡西亞趕緊把店門給關了，掛上暫停營業的牌子，打算跟這小子關起門來好好談談。結果呢，尼克倒是一點不客氣，坐在店裡吃的那叫一個香。看着尼克大口吃着，卡西亞心裡還是沒底，這孩子一口一個母親，叫的那叫一個順溜。尼克一邊往嘴裡塞，一邊含糊不清地說：“母親，這蛋糕真的太好吃了。”卡西亞只能尷尬地應和着，說這只是隨手做的，材料都沒湊齊，讓他別太當真。可話還沒說完，尼克手裡的叉子突然停了，眼淚啪嗒啪嗒往下掉，這下把卡西亞嚇得不輕。尼克低着頭，聲音都帶了哭腔，他說自己早就想告訴他了，可就是因為自己太沒用，才拖到了現在。尼克一邊哭一邊說起以前的事，他說以前每年過生日，卡西亞親手做的蛋糕其實都特別好吃。說完這話，他連手裡的叉子都拿不穩了，直接掉在了地上。尼克突然伸手死死抓住了卡西亞的手，他說自己真的很對不起，以前明明知道母親有多痛苦，卻一直裝作不知道。接着他近乎哀求地問，能不能再給他一次機會，讓他做一個好兒子，能不能跟他一起回家。這一連串的表白直接把卡西亞給聽傻了，他整個人愣在原地，根本不知道該怎麼回答。尼克這回是真豁出去了，把姿態放到了最低，就為了求一個重新開始的機会。卡西亞最後還是給出了答案，這手一鬆，話也就說絕了，他壓根沒打算再回去。尼克這下徹底懵了，他明明聽父親說過，當初卡西亞進門就是為了護着他們幾個。卡西亞也沒想瞞着，既然現在尼克已經成年，那他的任務就算徹底完成了。卡西亞已經把話說絕了，他讓尼克趕緊回家，畢竟公爵還在等着他。可尼克哪能接受這個？他直接把話挑明了，一個人回去絕對不行，
這7年來的感情，在他心裡早就變了樣。他一直把卡西亞當成唯一的依靠，這要是真散了，他這輩子都過不去這個坎。既然軟的不行，尼克这回是真打算硬來了，不管用什麼辦法，他都要把人帶回去。說完這些，他頭也不回地走了出去。這下輪到卡西亞頭疼了，這孩子到底想幹什麼？尼克正急着往外走，結果在門口撞了個滿懷，抬頭一看，竟然是邁克爾。尼克現在心裡亂得很，根本沒心思寒暄，丟下一句對不起，就這麼頭也不回地跑。邁克爾看着尼克的背影，也沒打算去追，他這趟過來本來就是為了找屋裡那位。卡西亞一抬頭，正好對上邁克爾的視線。卡西亞開口了：“歡迎你，邁克爾。”邁克爾聽完剛才的鬧劇，也忍不住感嘆了一句。卡西亞現在是真發愁，他壓根沒料到尼克會為了找他跑這麼遠。現在面對這個局面，他是真不知道該說什麼好。邁克爾倒是挺能理解尼克，他提醒卡西亞，最親的人突然消失，換誰都会拼命去找。邁克爾接着說：“你當初為了戴安娜那麼拼命，現在的尼克其實就是在重複當年的你。”這話直接戳中了卡西亞的軟肋，他一直以為自己只是在完成任務，卻忘了感情這東西從來都不是單向的。這下他還能狠下心拒絕嗎？邁克爾接着勸卡西亞，與其這麼躲着，不如乾脆面對面談談，沒準兒能把事情看明白。卡西亞嘆了口氣，你說的對，光靠躲確實解決不了問題。多虧了邁克爾這番話，他總算把亂成麻的心思理順了。卡西亞決定要找尼克好好聊一次。邁克爾笑着點點頭，這才是他認識的那個卡西。既然話都說開了，他也準備先走一步，好讓卡西亞專心處理尼克的事。臨走前，邁克爾還不忘交代，要是以後遇到麻煩，隨時叫他，他肯定第一時間趕過來。看着邁克爾離開的背影，卡西亞心裡滿是感激。夕陽把整個小鎮都染紅了，尼克一個人走在路上，心裡全是剛才衝動跑出來的懊悔。他其實心裡很清楚，卡西亞當初離開家肯定不是一時興起，可親耳聽到他說出那些話，他還是沒忍住脾氣。現在想想，剛才肯定把他嚇壞了。明明都已經成年了，結果在卡西亞面前還是像個沒長大的孩子，這讓他覺得特別丟臉。尼克停在了一座房子前，他知道就這麼灰溜溜的回去肯定不行。尼克這會兒心裡正打鼓，他最怕卡西亞一開口就是讓他以後別再出現。結果門一開，卡西亞就在那等着呢，他只說了一句你回來了，就把尼克帶進了屋。桌上連熱騰腾的飯菜都備好了，卡西亞這次沒再提感人的話，反而讓他先安心住下，等心情平復了再說。尼克簡直不敢相信，他小心翼翼的又確認了一遍，真的可以留下來嗎？卡西亞點點頭，給了他最想要的那個回答。這下尼克懸着的心總算是落了地。卡西亞這一點頭，尼克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他連着確認了好幾遍，生怕這只是個美夢。得到肯定的答復後，這小子樂得活兒都快飛了。他大聲保證，一定會拼命幹活來報答這份信任。接下來這段日子，尼克還真是說到做到，不管是搬重物還是打掃衛生，他都搶着幹，甚至在店裡幫忙也毫不含糊。看着他忙前忙後的樣子，卡西亞端出一盤剛出爐的點心，尼克，快來嘗嘗這個。這種久違的平靜讓兩人的關係緩和了不少。可這種好日子真的能一直持續下去嗎？看着尼克吃得這麼香，卡西亞趕緊提醒他慢點吃。尼克嘴裡塞得滿滿當當，直誇這是他吃過最美味的東西。卡西亞卻有點不自信，畢竟公爵府裡的廚師那手藝肯定比這強多了。尼克一聽這話急了，在他心裡，卡西亞做的飯才是天底下第一，不管是蛋糕還是甜點，只要是他親手做的，誰也比不上。這小子甚至還想學做塔餅。卡西亞也沒多想，笑着答應下次就教他，還順嘴補了一句，等你以後回了家，總得學會自己照顧自己。可這話一出口，尼克手裡的動作一下子停住了，原本熱絡的氣氛唰的一下冷到了冰點。卡西亞這才反應過來，自己好像說錯話了。尼克還是沒忍住，他看着卡西亞問，難道你真的一點回去的打算都沒有嗎？卡西亞回答得很乾脆，是的，不管是現在還是以後，他都不會再改变主意了。這話說得一點餘地都沒留。就在氣氛僵住的時候，門口傳來了動靜，是阿溫來了。卡西亞說這幾天沒見着人，心裡一直不踏實，還問是不是出什麼事了。阿溫趕緊解釋說只是最近有點忙，讓他白擔心了。卡西亞倒是沒多說什麼，只說只要人沒事就好。可這一幕全被遠處的尼克看在眼裡，他整個人都愣住了，因為在他的記憶裡，母親從來沒這麼笑過。以前在府邸的時候，卡西亞整天沉着臉，誰能想到換個地方，他就像變了個人一樣。尼克盯着眼前的男人，心裡直犯嘀咕，這人到底什麼來頭？看着派頭，絕對不是一般的客人。眼看對方起了疑心，阿溫趕緊把斗篷帽子扣上，想把自己藏得嚴實點。阿溫直言這面孔生得很，以前在這兒可沒見過。關鍵時刻還是卡西亞反應快，他隨口就編了個理由，說阿溫是店裡新來的幫工，最近一直在幫他幹活。阿溫在旁邊聽得一愣一愣的，只能跟着乾笑兩聲。阿溫這下是真待不下去了，他隨便找了個借口，說自己落了東西，得趕緊去拿。還沒等卡西亞回過神，他就已經溜之大吉。結果尼克這邊動作更快，他也跟着扭頭就跑。卡西亞在後面急得直喊，尼克居然回頭扯了個火，說自己三明治吃撐了，得趕緊跑2步消消食。這下場面徹底亂套了，尼克竟然在後面緊追不捨，一邊跑還一邊喊着讓阿溫站住。這兩人到底在玩哪一出？跑着跑着，阿溫突然不躲了，既然被盯上了，索性把話挑明。他回頭問尼克，找他到底有什麼事？尼克這回也不裝了，直說自己有件事得確認一下。他盯着阿溫，問出了心裡的那個猜測，難道你就是？面對質問，阿溫反而笑得更深了。這下事情變得有意思了。阿溫停下腳步，轉過身問尼克，到底想幹什麼？難道說你覺得我這張臉
在哪見過。他乾脆把話挑明了，比如帝國的第3皇子。這話一出來，尼克半天沒接上茬，看來這個身份確實把他給嚇到了。看着對方這副樣子，阿溫心裡已經有數了。尼克這下是徹底當真了，他盯着對方問：“你真的是那位3皇子嗎？”這氣氛一下子就僵住了，誰也沒說話。結果阿溫突然大笑起來，這反應直接把尼克整不會了，剛才那股嚴肅勁兒全沒了。阿溫一邊笑一邊擺手：“這怎麼可能呢？他說自己只是長得像那個失蹤的皇子，這種認錯人的事，他早就見怪不怪了。”這下輪到尼克傻眼了，剛才那番話難道真的只是個玩笑？阿溫笑得更歡了，他說這事兒一點都不奇怪，連帝國的騎士團都跑來查過他好幾次。尼克看着他這副樣子，心裡那點懷疑全散了，這人哪有一點皇子的穩重，簡直就是個沒正經的家伙。再說了，皇室找了這麼多年的皇子，怎麼可能躲在這種小村子裡，還活得這麼悠哉悠哉？阿溫拍拍手準備走人，說自己還有一堆事要忙，沒工夫在這兒瞎耽誤。結果尼克趕緊把人叫住，這回他的表情可認真多了，原來剛才那些話都只是在試探，他真正想問的其實是另一件事。尼克盯着阿溫問：“你跟我母親到底是什麼關係？”阿溫整個人都懵了，嘴裡反覆念叨着這2個字，這消息對他來說簡直比剛才那個皇子身份還離譜。他一把抓住尼克的肩膀，急着確認真相：“你是認真的嗎？那個女人真的是你母親？”尼克倒是淡定得很，直接給出了肯定的回答：“沒錯，她就是我母親。”這下阿溫徹底崩了，他怎麼也沒想到卡西亞居然已經結婚了，這玩笑開得也太大了吧！阿溫現在滿腦子都是卡西亞居然有個這麼大的兒子，這打擊對他來說實在太大了，他還是覺得哪裡不對勁。卡西亞明明說過，你只是店裡的一個員工啊。尼克倒是沒打算隱瞞，說這話其實也沒錯，雖然叫他母親，但準確點說，她是父親娶的第2任妻子。阿溫這下總算反應過來了，鬧了半天原來是繼母啊，只要不是親生的，那事情就還有轉機。阿溫這心裡總算踏實了不少。尼克可沒心思看他變臉，直接把話題繞了回來：“你還沒回答我呢，你跟我母親到底什麼關係？你們2個很親近嗎？”阿溫這下可得好好想想了，這關係到底該怎麼定義呢？阿溫這回倒是挺坦誠，直接承認了想跟卡西亞多親近親近，不過他也挺犯愁，畢竟卡西亞對他到底是個什麼態度，他心裡真是一點底都沒有。既然話都說到這份上了，尼克心裡也打起了算盤，他停下腳步，說自己正好有個忙想請阿溫幫一下。阿溫這下有點懵了，這小子能找自己幫什麼忙？尼克倒是沒猶豫，直接把家裡的底給交了。原來卡西亞在尼克成年的那天，就頭也不回地搬出了大宅。雖然只是繼母，但尼克根本不想跟他分開。繞了這麼大一圈，尼克真正的目的總算露出來了，他想讓阿溫去當個說客，能不能幫我勸勸他，讓他跟我一起回家？尼克覺得阿溫在卡西亞心裡地位不一般，所以想把最後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。尼克說，如果是你去勸的話，他或許真的能聽進去。阿溫可不吃這一套，他現在心裡還記着卡西亞之前那句絕情的話呢。阿溫直接甩開了他的手，冷冷地回了一句：“別在我身上浪費時間了，小鬼，我絕對不會去勸卡西亞的。”尼克這下徹底傻眼了，本來以為找到了救星，結果碰了一鼻子灰，他完全沒反應過來，這又是唱的哪一出？為什麼啊？阿溫這話說的一點面子都不給，我沒權利管他的事，你也一樣。雖然不知道你們家那些破事，但他把你拉扯大之後選擇離開，肯定有他自己的理由，誰都沒資格替他做決定。而且你找我幫忙，真是找錯人了，因為我一點都不想讓他再當誰的母親。尼克這下總算反應過來了，難道說你喜歡我母親？阿溫回答的那叫一個乾脆。沒錯，阿溫的話還沒消化完，尼克又聽到了一個更離譜的消息，原來卡西亞不僅僅是他的繼母，更是一個才華橫溢的畫家。尼克這下徹底懵了，畫家？他跟卡西亞生活了這麼久，竟然從來沒聽說過這件事。邁克爾反問了一句：“你竟然不知道嗎？這畫廊裡掛着的大部分作品，全都是出自你母親之手。”這下真相大白了。尼克一直想方設法要把人接回去，卻發現自己根本不了解他。他在那座大宅子裡錯過的，恐怕遠比他想象的要多。看着滿屋子的畫作，尼克這才意識到，卡西亞離開那個家根本不是一時衝動，而是為了找回那個被埋沒的自己。阿溫這番話簡直是殺人誅心，你連他喜歡什麼、擅長什麼都不知道，居然還理直氣壯的想讓他回去，這要求確實有點過分了。這下尼克徹底沒話說了。看着滿牆驚豔的作品，他才意識到卡西亞的才華竟然一直被困在這麼個小地方。這麼好的畫，就這麼無聲無息地掛在鄉下畫廊，簡直是暴殄天物。尼克這會兒總算清醒了，他以前一直以為只要自己表現得好一點，就能換來那份遲到的母愛。可現在他才發現，自己連卡西亞擅長什麼都不知道，哪還有臉求他回去？他原本還打算等卡西亞回來就加倍補償，可這世上哪有後悔藥吃？錯過了就是錯過了。而另一邊的卡西亞早就開始了新生活，在這個屬於他的小天地裡，他終於不再是誰的附屬品，而是那個閃閃發光的自己。看尼克這副樣子，估計是昨天折騰得夠嗆，卡西亞怎麼叫他都沒反應，只能由着他繼續睡了。本以為今天能有個清靜的早晨，結果店裡的鈴聲突然響了，還沒到營業時間呢，這客人來得也太早了。卡西亞剛想把人勸回去，可等他看清門口站着的人，話到嘴邊又咽了下去。誰能想到大清早找上門來的，居然是公爵埃克西恩。他這副樣子，顯然是費了不少功夫才打聽到這裡的下落。公爵語氣平淡：“原來你躲在這兒啊，好久不見了，卡西亞小姐。”看來這位不速之客對卡西亞現在的生活環境還挺有意見的。公爵開口就帶着呲，說他居然一直躲在這種地方。
卡西亞倒是很淡定，他說這裡雖然舒服，但對自己來說確實太奢侈了。結果公爵根本不接這茬，他覺得卡西亞天生就該待在這種高檔的地方。繞了這麼大一圈，他終於把話題轉到了尼克身上。他想知道尼克現在在哪，更想知道尼克那點心思到底收沒收乾淨。卡西亞這下全明白了，原來連他開店的事，對方早就摸得一清二楚。公爵接下來的話更是驚人，他說尼克離家出走，其實是他故意放走的。他覺得尼克需要時間冷靜，甚至還理所當然地以為卡西亞肯定不會拒絕尼克。卡西亞顯然不想再聊下去，他直接下了逐客令，說店裡馬上就要開張了，問他到底是為了什麼事跑這一趟。結果公爵接下來的話讓氣氛徹底變了。他說在兩人的夫妻關係正式畫上句號之前，還有最後一件事要確認。既然話都說到這份上了，卡西亞也沒打算躲，讓他儘管開口。公爵終於問出了心裡話，他想知道卡西亞當初為什麼要離開公爵府。卡西亞的回答很乾脆，因為他發現那裡從來就不屬於他。公爵卻覺得事情沒那麼簡單，他懷疑是因為孩子不肯接納他，才讓他心灰意冷。可卡西亞搖了搖頭，他說這全是他自己的問題，當初他太想當個稱職的母親了。現在回想起來，那份急於求成的心思反倒成了他所有痛苦的根源。因為走得太快，他完全忽略了孩子們的感受，這下两邊的關係徹底僵了。卡西亞終於把心裡話全道了出來，他承認自己當初太自私，只想着按自己的節奏來，根本沒考慮過孩子的感受。那種真心換不回真情的落差，他實在受夠了。說到底，他覺得自己根本就不是當母親的料。這番話聽得公爵心裡很不是滋味，他盯着卡西亞，問出了那個最讓他介意的問題：既然當媽這麼累，那這7年的婚姻對他來說是不是也像受刑一樣？聽到這話，卡西亞反倒冷靜了。他不明白，事到如今，公爵為什麼還要糾結這種沒意義的問題。公爵這回總算坦白了，他說連自己都搞不清楚，為什麼非要糾結這些過去。說白了，這就是遲來的後悔，後悔當初沒能多體諒一下卡西亞的難處。這大概是他作為伴侶最後的一點念想了。可卡西亞聽了這話，心裡卻異常平靜。雖然那7年他過得不愁吃穿，但那種沒人說話的孤獨感真的快把他耗乾了。既然當初是自己選的路，他就沒打算抱怨，只能一個人默默忍着。可現在7年時間已到，合同既然到期了，他離開公爵府就是最理所當然的事。公爵終於為當年的不辭而別道了歉，但他接下來的話卻聽得人心裡發涼。他說當時覺得兩人的關係還沒到需要當面告別的地步，留下一封信在他看來已經仁至義盡了。這話一出，卡西亞連坐都坐不住了，他不想再聽這些所謂的解釋。既然話都說開了，他只提了一個要求，那就是請公爵盡快配合把離婚手續給辦了。看着卡西亞決絕的樣子，公爵這回是真的沒話說了。阿溫本來心情不錯，推門就想跟卡西亞打個招呼，卡西亞早安。結果這招呼才打了一半，他的話音就戛然而止，因為屋裡除了卡西亞，居然還坐着公爵。這下可真是裝個正着，原本2個人的談話直接變成了3個人的修羅場。公爵顯然也沒料到會在這裡見到阿溫。公爵一看到阿溫出現，這火氣蹭的就上來了，轉身就要往外衝。結果卡西亞比他動作還快，直接一個箭步衝過去，死死攔住了他的去路。公爵這下真急了，衝着卡西亞大喊：“你到底想幹什麼？趕緊給我讓開！”可卡西亞根本不吃這一套，他現在腦子裡只有一件事：我們的事還沒完呢，你到底打算什麼時候把離婚手續給辦了？看來今天不拿個準話，公爵是別想走出這道門了。公爵現在只想趕緊脫身，他說現在不是談離婚的時候。卡西亞卻半步都不肯讓。公爵大人，請你拿出最起碼的禮貌。公爵這下終於反應過來了，他盯着卡西亞問：難道這段時間你一直把三皇子藏在身邊？眼看阿溫的身份瞞不住了，公爵只能咬牙先答應：行，我知道了，等我一回領的就辦離婚手續。可卡西亞根本不吃這一套，這種空头支票他憑什麼還要再信一次？公爵這回是真豁出去了，為了能趕緊脫身，他甚至拿出了自己的容還有戴安娜的名義來發誓。話都說到這份上了，他一刻也不想多待，直接就要走人。看着他頭也不回的離開，這場僵局總算是暫時打破了。可問題是，這個所謂的誓言真的能換來卡西亞想要的自由嗎？卡西亞現在心裡七上八下的，只盼着阿溫能動作快點，千萬別被那些人給逮着了。結果公爵還是慢了一步，讓人給溜了。不過他可沒打算就這麼算了，他直接叫了皇家騎士團過來，要把這地方翻個底朝天。面對這種陣仗，卡西亞只能先點頭答應，畢竟現在硬碰硬對誰都沒有好處。皇家騎士團這動作是真快，公爵一上來就沒打算客氣，直接就開始審問了。公爵盯着卡西亞問：你和三皇子到底是什麼關係？他從什麼時候開始在這兒出沒的？卡西亞倒是表現得很淡定，一句話就把關係撇得乾乾淨淨。他只是我店裡的客人，說是來旅行的，大概會在這邊待1個月左右。公爵顯然不打算就這麼放過他，緊接着又追問了一句：那這位皇子現在住在哪兒？卡西亞這回拒絕得很乾脆，不好意思，我們還沒熟到會聊這種私事。看卡西亞這副樣子，公爵心裡也犯了嘀咕，瞧這反應確實不像是在撒謊，但他還是不肯死心，又換了個切入點。那你又是從什麼時候發現他就是皇子的？卡西亞回想起前幾天騎士團拿着畫像找上門的時候，他一眼就認出來了，那張小時候的照片簡直和店裡那個人長得一模一樣。公爵緊接着追問：既然你早就知道了，為什麼不直接上報？卡西亞給出的理由也很簡單，他既然選擇偷偷跑出來，肯定有他自己的難處。一想到他
他要因為皇子的身份被關在宮裡一輩子，心裡就覺得挺不是滋味的。原本他只想讓這間畫廊成為客人們放鬆的地方，可誰能想到這個小小的願望就在今天徹底破滅了。看來這位公爵也意識到自己把這兒攪得一團糟，剛想說句客套話，結果門鈴一響，尼克就這麼大搖大擺的進來了，嘴裡還親昵地喊着母親。這一抬頭，尼克整個人都愣住了，誰能想到親爹竟然就在屋裡坐着。尼克脫口而出：“父親，你怎麼會在這兒？”看着這父子倆當場對線，卡西亞只覺得頭疼。這下好了，事情變得越來越麻煩了。屋裡這父子倆還在僵持，卡西亞的心思卻早就飛到了外面。阿溫現在到底跑遠了沒有？只要能躲過這一劫，剩下的事情就好辦了，千萬別被這群人給撞上。而此時的阿溫正一個人在外面拼命趕路，看這架勢，他顯然還沒脫離危險。皇室的旗幟一掛出來，這氣氛立馬就不一樣了。整間咖啡館被圍得死死的，看來這次是真要動真格了。這下麻煩大了，皇室鐵了心要搜人，卡西亞這店怕是開不下去了。卡西亞倒是一點沒虛，開口就問最實際的問題：這店到底什麼時候能重開？至於店裡的損失，皇室自然會給補償。現在只能請你配合一下了。公爵態度很明確，不管付出什麼代價，皇帝都要把三皇子帶回去。卡西亞冷笑一聲，皇室這套做派他太熟了，覺得給點錢就能擺平一切。既然你們非要搜，那就隨你們便吧。公爵接着交代了尼克的去向，天還沒亮，尼克就被送回了領地。在他看來，這幾天尼克肯定沒少添麻煩。話都說到這份上了，卡西亞一秒鐘都不想多待，看着他轉身就走。公爵趕緊追問他要去哪，還能去哪？店都被封了，当然是回家。這一走，事情可就沒那麼容易收場了。既然店都開不成了，卡西亞也沒打算多留，他走得乾脆利落，根本不想再跟皇室的人廢話。公爵在後面喊他的名字，可這會兒誰還理他啊？日子一晃，新的麻煩又找上門了。卡西亞這回是真累壞了，本以為回家能清靜點，結果現實比他想的還要糟糕。不光是畫廊被封了，現在連家門口都全是眼線，這種被人時刻盯着的感覺，換誰都得喘不過氣來。就在這時候，外頭傳來了敲門聲，送信的小哥在門口喊話，說是有卡西亞的信。這封信竟然是艾利森伯爵送來的。一聽到這個名字，卡西亞整個人唰的一下就坐起來了。這封信來得這麼突然，裡頭到底藏着什麼消息？卡西亞剛接過信，還沒來得及看一眼，旁邊的守衛就直接伸手攔住了。這幫人現在是真的一點臉都不要了，說是所有外來的信件，他們都得先過目。卡西亞當然不樂意，這可是私人信件，憑什麼給你們看？可守衛根本不吃這一套，直接把公爵大人搬了出來，說這是上面的死命令，只要跟三皇子扯上關係，誰都沒有特權。這擺明了就是要死盯着卡西亞不放。卡西亞深吸一口氣，最後還是妥協了，畢竟現在跟他們硬碰硬，吃虧的只會是自己。既然躲不掉，卡西亞索性把信遞了過去。他讓守衛給公爵帶個話，既然對方連這點隱私都要管，那他也沒必要再忍下去了。這一回他是打算徹底攤牌了。話一說完，這門摔的是真響。卡西亞用行動告訴他們，他的耐心已經到頭了。門外的守衛拿着信面向去，誰也沒想到這位大小姐脾氣這麼硬。這下好了，信是拿到了，可這燙手山芋該怎麼交差呢？夜已經深了，誰也沒想到這時候竟然還有人來敲門。卡西亞把門一開，站在外頭的居然是公爵。公爵開口解釋，他是特意過來函信的，還強調自己一個字都沒看，就怕卡西亞再產生什麼誤會。卡西亞冷冷地回了一句，這本來就是我的隱私。說完他直接把信拿了回來。公爵大半夜親自跑這一趟，真的只是為了還封信嗎？信一拆開，裡頭的內容可不簡單。邁克爾在信裡寫得清清楚楚，他早就知道卡西亞現在的處境了，雖然心裡急得不行，但他還是想等卡西亞親口向他求。這封信其實就是一張保命的底牌，這下意思很明顯了，只要卡西亞一句話，他隨時都能出手幫忙。交代完這些，公爵打了個招呼就準備走，結果還沒走2步，卡西亞突然開口把他攔了下來。卡西亞喊道：“請等一下。”卡西亞把人叫住，顯然不是為了敘舊，他開門見山說有件事必須得談談。公爵停下腳步，想聽聽他到底要說什麼，結果卡西亞這回是一點面子都不給，直接讓他帶着人從他的地盤徹底搬出去。他把話挑得很明，既然契約已經到期了，他現在不再是什麼公爵夫人，只是個想過清靜日子的畫廊老板。那些守在畫廊裡的騎士，他是一個都不想再看見。就算搜查任務還沒結束，外頭大把的地方可以住，沒必要非賴在他這兒不走。卡西亞心裡清楚得很，這種調動基地的小事，只要公爵點個頭就能辦成，根本沒必要拿陛下的命令當擋箭牌。公爵聽完半天沒說話，只是低聲念了一句卡西亞。卡西亞把話挑明了，天天被人這麼盯着，換誰都受不了。他根本不稀罕什麼補償，只想安安靜靜待在自己的地方，不被任何人打擾。可公爵還是那副公事公辦的樣子，他說這事兒沒那麼簡單，身為帝國的公民，誰都得聽陛下的命令，他留在這兒純粹是為了執行公務。這話聽着挺有道理，可卡西亞心裡虛得很，他知道自己提的要求有點過分，但他現在沒得選，要是藏着三皇子的事兒被翻出來，那可就是掉腦袋的大罪了。卡西亞心裡很清楚，要是現在不把態度擺強硬點，他那點平靜的生活遲早會被這群人攪得稀碎。他退而求其次，說既然搬不走，那至少把監視撤一撤，這種日子他真是一天也過不下去了。公爵沉默了一會兒，最後還是鬆了口，答應從明天開始會讓人把监視等級降下來。到了第二天一早，
事情果然有了轉機。守在門口的騎士主動找上門，說接到了公爵大人的命令，從今天起，他們不會再像以前那樣盯着他了。這下卡西亞總算能喘口氣了。騎士這回倒是挺好說話，他帶人往後退了500米，說是以後不在這兒礙眼了，但規矩還是得立在前頭。只要卡西亞敢踏出大門一步，他們照樣得在後頭跟着。這條件雖然還是有點憋屈，但總好過天天被人堵在门口。卡西亞這下總算能喘口氣了。既然他們非要當跟班，卡西亞也懶得再廢話，直接拎起籃子就要出門。他倒要看看這群人到底能跟到什麼時候。騎士這回倒是挺識趣，客客氣氣的打了個招呼，就帶人撤出了屋子。大門一關，這地方總算清靜了。可卡西亞還沒來得及喘口氣，就發現桌上多了個不該出現的東西，一張來歷不明的小紙條，就這麼大搖大擺的躺在桌面上。他趕緊把東西收進籃子，還警惕的往四周掃了一圈。這屋裡明明沒別人，這東西到底是誰放下的？這紙條上的內容簡直就是一份逃跑指南。對方約他今晚在李馮村見面，還特意點出半夜12點是守衛換崗的時間。卡西亞這下徹底沒法淡定了，這突如其來的變數讓他原本的計劃全亂了套。到底是誰在暗中幫他？大半夜的，院子裡全是巡邏的守衛，卡西亞卻在這時候推門出來了。他說想在睡覺前去外面透透氣，守衛還沒反應過來，卡西亞就笑着發出了邀請，問他願不願意陪自己走一趟。這深更半夜的，他到底想把人帶到哪去？這一圈逛下來，卡西亞笑着跟守衛道謝，說多虧了他們，自己今晚總算能睡個安穩覺了。可等房門一關，剛才那種客套的勁兒立馬就消失得乾乾淨淨。原來這大半夜出來溜達，根本不是為了透氣，而是為了摸清騎士團的動向。現在萬事俱備，就等那個關鍵的時間點了。只要等到守衛換班，真正的計劃才算正式開始。卡西亞在屋裡等了半天，終於等到了這個機會。趁着外面守衛換班的空檔，他悄悄推開了窗戶。這大半夜的，他竟然打算翻窗溜出去。卡西亞換上一身不起眼的行頭，還特意用頭巾遮住了長髮，小心翼翼地觀察着周圍。看這架勢，他是打算徹底甩掉那些守衛。趁着夜色，卡西亞總算翻出了那扇窗戶。這要是慢一點，今晚的計劃就全泡湯了。守衛剛換完班，滿打滿算也就5分鐘時間，必須在下一波人過來前徹底離開這片區域。就在卡西亞一路小跑的時候，身後突然傳來一聲大喝：“誰在那？站住！”這下麻煩大了，還沒跑出大門就被守衛給盯上了。這下真的撞槍口上了。守衛舉起火把走近一看，竟然是公爵夫人，場面一下子變得特別尷尬。畢竟大半夜的，誰家公爵夫人會提個籃子到處亂跑？守衛滿臉狐疑的盯着卡西亞問：“您這麼晚在這兒幹什麼？”只要一句話說錯，剛才費勁翻窗出來的努力就全白費了。卡西亞打量了一下眼前的守衛，看着年紀不大，應該是個好對付的新兵蛋子。他面不改色的撒了個謊，說自己晚上睡不着，才出來隨便轉轉。守衛雖然有點犯嘀咕，但還是搬出了規矩，說公爵夫人出門必須有騎士陪同。卡西亞反應也快，直接把鍋甩給了換班的空檔，說門口當時沒人，自己又不想打擾大家休息。這小守衛一聽，還真以為是自己同事偷懶，被卡西亞幾句話就給繞進去了。他甚至還主動提出要護送卡西亞回去，卡西亞哪敢讓他跟着，趕緊擺手拒絕，說自己這就回屋睡覺。好不容易把人糊弄過去，他得趕緊想辦法脫身才行。卡西亞本以為這關算過了，隨口客套了一句，轉身就想趕緊離開這個是非之地。可還沒走2步，身後那守衛又把他給叫住了。卡西亞只能強裝鎮定的回頭，問他還有什麼問題。守衛盯着他手裡的籃子，問這大半夜出來散步，為什麼要隨身帶個籃子？這下可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這個籃子裡裝的東西絕對不能讓外人看見。卡西亞這下徹底沒招了，這籃子裡的東西那是絕對不能見光的。可這守衛雖然年紀輕，辦事倒是挺軸，非要看看裡面裝了什麼。這下是真要把人往絕路上逼。就在這最要命的時候，後面突然伸出一只手，直接把守衛給制住了。這半路殺出來的，到底是幫手還是更大的麻煩？剛才還氣勢洶洶的守衛，這會兒已經徹底躺平了。動手的是個老太太，還主動跟卡西亞打招呼。可還沒等卡西亞反應過來，這老太太身上就開始不對勁。這層偽裝說撤就撤，原來是阿溫。他這出場方式真是讓人意想不到。阿溫笑着伸出手，問卡西亞能不能行個好，帶他這個老人家去村子裡。卡西亞總算鬆了口氣，原來剛才那個老太太真的是阿溫變出來的。兩人并肩走在村子裡，卡西亞還是覺得不可思議，剛才那種大變活人的手段，難道全都是魔法？他又想起之前那張像煙霧一樣消失的紙條，看來阿溫身上的秘密比他想象的還要多。阿溫倒是挺坦誠，說這其實是魔法道具的力量。為了離家出走不被抓回去，他特意找大陸最厲害的魔法師，買了一大堆這種寶貝。也多虧了這些小玩意，他才能躲過帝國的眼線，大搖大擺的到處亂跑。卡西亞聽完阿溫的解釋，本來還想裝得淡定點，結果這嘴角根本壓不住，看着卡西亞笑得前仰後合。阿溫這下是真懵了，完全不知道自己哪句話戳中了笑點。誰讓阿溫剛才演得太賣力？那老頭的形象在卡西亞腦子裡現在是根本揮不散了，尤其是那變身後的嗓音，抖得跟山羊叫似的，這誰聽了能忍住不笑？這一通調侃把阿溫說的整個人都不好了，他可是為了不出破绽，私底下正儿八經練了很久的。卡西亞趕緊解釋，說自己笑是因為覺得他挺可愛的，這可不是在撒謊。這話一出，阿溫整個人都愣住了，顯然是沒料到會被這麼誇。玩笑歸玩笑，正事還是得辦。兩人收起心思，開始在村子裡尋找目標。
奇怪的是，這街上明明有76號和78號，偏偏中間那個77號不見了。卡西亞有點納悶，難道是走錯路了？阿溫倒是很淡定，說路沒走錯，只是這地方普通人根本看不見。這下卡西亞更糊塗了，這房子難道還會隱身？卡西亞猜的沒錯，這消失的77號果然又是阿溫搞的鬼。阿溫笑着承認了，他在房子周圍設了隱身咒，普通人路過100次也看不見。只見他隨手打了個響指，原本空蕩蕩的街道唰的一下變了樣，一道藍色的光幕緩緩拉開，那棟消失的房子就這麼憑空冒了出來。阿溫做了個請的手勢，讓卡西亞先進去。看着眼前這神乎其技的一幕，卡西亞徹底看呆了。這阿溫到底還有多少驚喜是他不知道的？阿溫笑着說：“歡迎你成為我家的第一位客人。”誰能想到這隱身咒後面的世界竟然藏着這麼大一棵樹？這地方真的只是個普通的家嗎？大半夜的，2個守衛守在門口，看來這屋裡的人身份不簡單。結果還沒等他們反應過來，後面就傳來了動靜。守衛趕緊回頭問：“是誰在那？”這一看可不得了，來的人竟然是尼克。守衛這下徹底懵了，誰能想到這位爺會在這兒出現？守衛趕緊上前打聽：“大半夜的，您怎麼親自過來了？”尼克隨口找了個理由，說是有重要的東西落在母親這兒了。他緊接着問了一句：“母親現在人在哪兒？”聽說人在屋裡休息。他特意做了個手勢，說是拿了東西就走，千萬別把人吵醒了。守衛哪敢多問，只能老老實實在門口待命。看着尼克一個人進了屋，這門一關，裡頭到底要發生什麼，可就沒人知道了。尼克進屋之後，一眼就瞄到了桌上的東西，看來他這趟沒白跑，找到了，還好沒丟。他總算鬆了一口氣，看來這串鑰匙對他來說比什麼都重要。可還沒等他高興太久，腳底下的步子就這麼硬生生的停住了。這屋裡靜得有點過頭了。尼克站在大廳裡，總覺得心裡不踏實。既然人都已經進來了，他打算順便去裡屋看看，確認一下母親是不是睡得安穩。他輕手輕腳地推開門，試探着喊了一聲“母親”，結果這一看，尼克整個人都僵在了原地。床上空無一人，卡西亞不見了。畫面一轉，卡西亞這會兒正對着屋子四處打量，他忍不住感嘆：“哇，這地方確實夠氣派的，又寬敞又漂亮。看來這屋子的主人平時還挺講究。”卡西亞突然想起正事，問阿溫餓不餓。阿溫盯着他手裡的籃子，正納悶這是什麼呢。卡西亞一邊打開籃子一邊解釋，帶了點簡單的飯菜，畢竟現在外面盯着這麼嚴，怕他連頓像樣的飯都吃不上。阿溫顯然被這份細心打動了，趕緊開口道謝：“謝謝你，費心了。”卡西亞倒是表現得很隨性，說這就是順手多做了一份，讓他千萬別有心理負擔。就這樣，2個人總算坐了下來，在這節骨眼上能吃上一口熱乎飯可不容易。阿溫這會兒心裡挺過意不去，說自己瞞了這麼久，實在是不應該。他本以為卡西亞會被嚇一跳，誰知道對方的反應完全不在預料之中。卡西亞直接攤牌了，說自己早就心裡有數，當初看到畫像的時候，這身份就藏不住了。這下阿溫徹底沒話說了，原來自己費勁巴拉演了這麼久，在人家眼裡全是破绽。卡西亞還挺體貼，說本來打算一直裝不知道的。阿溫也想開了，反正那天撞見公爵的時候，這事兒就已經瞞不住了，既然話都說開了，接下來的路反而好走了。阿溫這回是真打算交底了，他說今天特意請卡西亞過來，就是想親口把自己的事說清楚，與其讓別人在背後亂轉，不如自己先把話說明白，省得以後再出什麼誤會。卡西亞聽完也沒多說什麼，只是輕輕應了一聲，既然對方想說，那他就安安靜靜當個聽眾。不過在開口之前，阿溫還是有點不放心，他想讓卡西亞先答應一件事，不管待會兒聽到了什麼，2人的交情都不能變。這話一出，卡西亞答應得特別乾脆，他說不管阿溫到底是誰，朋友這層關係肯定變不了。既然卡西亞都把話挑明了，阿溫也就不再藏着掖着，這層瞞了許久的窗戶紙總算要徹底捅破了。他特意站起身來，這架勢是要給這段關係一個正式的交代。阿溫開口說：“請允許我重新做個自我介紹，原來他的真名叫阿道夫·德·馮特里希，而且他真正的身份竟然是這個國家的第3皇子。”這底牌一亮出來，2人的關係恐怕再也回不到從前了。卡西亞也大大方方地回了一禮，他說：“我叫卡西亞，很高興能正式認識你，阿道夫殿下。”既然身份都亮明了，2人重新坐下來，這氣氛總算沒剛才那麼緊繃了。阿溫端起茶杯，終於要說到最核心的問題了，他為什麼要放着好好的皇子不當，非要從皇宮裡逃出來玩失蹤？結果他一開口就把矛頭指向了最親的人，他說這一切全是因為他的父親。阿溫說他父親以前對他寵沒邊，甚至想把皇位直接傳給他，可這種偏愛反倒成了兄弟之間過不去的坎，2人的關係越來越僵。那時候他覺得只要自己徹底消失，一切就能回到正軌，所以他選擇了逃跑。結果這一走就是7年，他才發現自己想得太簡單了，父親根本沒打算放過他。卡西亞聽完，直接伸手握住了他的手。我認識的阿道夫比任何人都要真誠，只要肯拿出這份真心去面對，那些弄錯的事，遲早都能重新扣好。聽完卡西亞的鼓勵，阿溫還是有點不敢相信，他小聲問：“我真的能做到嗎？”卡西亞握緊他的手說：“當然可以，如果你實在沒法相信自己，那就請相信我，因為我始終相信你。”這一刻，阿溫才算真正放下了防備。既然阿溫都交了底，卡西亞也不打算再瞞着了。他說：“我也不想對你有所隱瞞，所以要把一切都告訴你。”原來在7年前，卡西亞不僅失去了一個朋友，還被迫捲入了一場政治聯姻，嫁給了菲德里安公爵。不過他特意強調了一句，那段關係現在已經徹底結束了。
阿溫聽得一愣一愣的，雖然他之前猜到了一些，但親耳聽到這些真相，心裡還是五味雜陳。卡西亞笑着說：“跟你那些皇室秘聞比起來，我這點私事根本不算什麼，但我就是想親口告訴你。”聊着聊着，天色竟然已經這麼晚了，不知不覺都這個點了。阿溫抬頭看了看鐘，雖然捨不得，但他知道自己必須得走了。阿溫感嘆道：“時間過得真快，快得讓人覺得有點殘忍。”他走到門口，回頭對卡西亞道謝：“謝謝你這段時間一直收留我，還幫我藏身。”卡西亞反倒覺得很過意不去，真抱歉把你捲進這些麻煩裡。阿溫搖了搖頭，讓卡西亞別放在心上，畢竟事情變成這樣，他自己也有責任。卡西亞問阿溫：“那你接下來打算怎麼辦？”阿溫說：“今天這番話給了他面對現實的勇氣，他決定不再四處流浪了，他要回到那個他真正該去的地方。”阿溫這一走就不打算再回頭了，他笑着跟卡西亞約定，下次見面他會以真正的身份出現。卡西亞本想趕緊回家休息，可還沒等他進門，腳步就先停住了。誰能想到大半夜的家門口竟然守着2個士兵，這陣仗明顯是衝着他來的。卡西亞趕緊躲進陰影裡，沒敢再往前走一步。看來阿溫剛走，更大的麻煩就找上門了。既然正門走不通，卡西亞只能繞到後頭，費了不少勁才翻窗進屋。好不容易回了家，他總算能鬆口氣了，以為躲開了外面的士兵就萬事大吉。可這口氣還沒喘勻，他就發現不對勁，屋裡竟然還站着一個人。這下麻煩大了，卡西亞猛地一回頭，整個人都愣在了原。卡西亞嚇得話都說不利索了。公爵大人，看這身正裝，顯然是有備而來，大半夜專門跑這兒來堵人，這事兒肯定小不了。公爵一開口，火藥味就上來了。這麼晚了，你到底去哪兒了？